年轻女孩看向身边的中年男人，说道：“爸爸，我们走吧，学费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中年男人回应道：“谁知道呢？也许我的幸运符真的能带来好运。”女孩无奈地说道：“但是那只是一枚旧硬币啊。”伊丽莎观察着那枚硬币，发出沉吟声。伊丽莎看向中年男人，问道：“先生，您说这枚硬币是谁给您的？”中年男人回答道：“啊，很久以前我救过一个落水的人，这是对方给我的谢礼。”伊丽莎问道：“那个地方难道是加利克海峡吗？”伊丽莎低声自语道：“啊，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中年男人惊讶地回应道：“没错，您是怎么知道的？”伊丽莎将硬币推回男人面前，说道：“拿回去吧，我不能买它。”年轻女孩看向中年男人，说道：“看吧，我就说让你把它当成幸运符留着。”伊丽莎大声喊道：“不，别留着它！现在立刻跑去拍卖行，在那里你能拿到的钱比卖给当铺要多得多。”中年男人看着报纸上的悬赏令，惊呼道：“什么？1000万金币？”中年男人和年轻女孩躬身行礼，说道：“谢谢您，真的太感谢了。”伊丽莎微笑着回应道：“请慢走，欢迎下次光临。”茶桌旁的几位名媛低声议论道：“果然和传闻中说的一样，这位鉴定师真的很正直，来这里真是选对了。”伊丽莎端起茶杯，听着他们继续交谈。其中一位名媛说道：“皇女殿下，圣骑士团长，枢机主教，甚至连邻国的莫罗大公，听说所有的大人物都会出入这里。”伊丽莎喝着茶，神情显得有些无奈。另一位名媛惊叹道：“天啊，真的吗？那这家当铺一定经手过无数惊人的宝物吧？”伊丽莎放下茶杯，回应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名媛们兴奋地围拢过来，问道：“如果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看看吗？”伊丽莎摆着手解释道：“哈哈，他们确实经常过来，但其实并不是为了买卖东西。”名媛们疑惑地问道：“那他们只是来来往往吗？那些人难道不是来找麻烦的客人吗？”伊丽莎笑着回应道：“哈哈，找麻烦吗？”伊丽莎看着他们，陷入了沉思。要弄清楚那些看起来像麻烦精的人，最后是如何成为我当铺客人的。我们需要回到过去。没错，伊丽莎正在度过我的第二人生。换句话说，回到我经历过前世的死亡，重新归来的时刻。在我的第一人生里，有一天，我正和祖父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年幼的伊丽莎推开门喊道：“祖父！”雨果伯爵突然造访。年幼的伊丽莎推开门，看到屋内坐着2名陌生的男人，她停下脚步，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雨果伯爵看向伊丽莎说道：“所以你就是伊丽莎，很高兴见到你。我是雨果伯爵，是你和你祖父的远房亲戚。”伊丽莎看着这位自称伯爵的男人，心中充满了疑惑。祖父竟然有身为贵族的亲戚。伊丽莎焦急地问道：“祖父在哪里？”雨果伯爵回应道：“别担心，我已经把你祖父送到首都的大医院去了，我会解释这一切的。你能过来这里吗？”伊丽莎看着桌上的文件问道：“所以只要我在这里签字，你就会治好祖父，对吗？”祖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怪病，那种病症一点点夺走他的记忆。雨果伯爵说道：“是的，你知道治好你祖父的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吧？这种病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看着祖父一点点失去记忆，我只能无助地守在一旁。他们说会治好祖父，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遇到了救星。雨果伯爵接过文件说道：“给你，真是个好孩子。”伊丽莎问道：“我已经签好字了，现在可以去见祖父了吗？”雨果伯爵看着手中的文件，发出一声轻哼。伊丽莎疑惑地问道：“哎？”雨果伯爵冷笑道：“噗，你在说什么呢？”伊丽莎疑惑地问道：“请问您在说什么？”雨果伯爵举起手中的文件说道：“你刚刚已经签了字，从现在起，我们会全权负责照顾你的祖父。”他露出阴冷的笑容，继续说道：“而按照文件上的条款，你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帝国，永远不许回来。”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我被赶出了家门，赶出了帝国。我在莫罗大公领地勉强安顿下来的日子并不顺利。在阴暗的巷弄里，伊丽莎倒在地上，一名混混踢了踢她的身体，问道：“喂，这女人是不是死了？”另一名混混看着伊丽莎说道：“我只是想要一条破项链而已，你居然这么固执！”远处传来哨声，一名路人指着巷子大喊：“卫兵！”混混惊慌地喊道：“该死，快跑！”2个身影匆忙逃离巷弄，留下伊丽莎独自倒在冰冷的石砖地上，周围散落着几张旧报纸。只要想到祖父能恢复健康，我就能忍受每一天的苦难。伊丽莎虚弱地睁开眼，手中紧紧护着那条项链，这是祖父留给我的唯一东西。但是，一张报纸飘落在她面前，伊丽莎撑起身体，看向报纸上的内容，那是祖父的讣告，上面写着：“雨果伯爵的亲信在疗养院因病去世。”伊丽莎看着报纸上的文字，在帝国首都附近的贫民窟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经证实，死者竟是前任公爵米歇尔·皮奥切达德·利奥内特，令人震惊。报纸上刊登着祖父的照片，利奥内特家族开始变卖，包括前任公爵当铺在内的资产。继承程序进展顺利，祖父去世了，而且是在贫民窟的火灾现场。伊丽莎看着报纸，泪水夺眶而出。祖父曾是一位公爵，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一直盯着他不放的原因。愚蠢的伊丽莎，笨蛋伊丽莎，我竟然毫无怀疑的被他们欺骗，失去了祖父。如果能让时间倒流一次的话，伟大的世界树啊，真可怜。伴随着一个陌生人的低语，我再次睁开了眼睛。伊丽莎环顾四周，这里是我的房间。她掀开被子下床，跑向门口。伊丽莎大声喊道：“祖父，祖父！”她推开房门，冲进客厅。坐在扶手椅上的老者被吓了一跳。哎呀！伊丽莎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老人，低声唤道：“祖父！”老者看着伊丽莎，显得有些迟钝。你
他看着伊丽莎，眼神逐渐恢复了神采。啊！老者看着伊丽莎说道：“你这孩子，嗓门大的都要把嗓子喊哑了。我是要去哪儿吗？”伊丽莎看着眼前的老人，真的是祖父，真的是活生生的祖父。伊丽莎大声喊道：“祖父！”她扑进老者的怀里，死死地抱住他。老者被撞得向后仰去，无奈地问道：“你是做噩梦了吗？”这种真实的感觉绝对不是梦。伊丽莎紧紧贴着祖父的胸膛：“我真的回来了。”伊丽莎抬起头，急切地问道：“祖父，今天是几月几号？”老者愣住了，回应道：“啊！”伊丽莎抓起桌上的日历，距离那件事发生还有3天。祖父，当铺，还有我的人生。伊丽莎看着前方，我绝不会再让他们夺走这一切。首先，雨果，就从你开始。3天后，伊丽莎站在当铺门前，拉下遮阳棚，远处传来了脚步声，2名男子正朝着这边走来。伊丽莎看向前方，说道：“他们来了。”雨果伯爵走上前来问道：“你是伊丽莎小姐吗？米歇尔叔叔在里面吗？”伊丽莎停下手中的活，微笑着回应道：“您是来医院看望祖父的吗？谢谢您。”他指了指身后的门，继续说道：“不过油漆还没干，我们去院子里的桌子那边谈吧。”伊丽莎带着雨果伯爵来到院子，挡在了门口。雨果伯爵摊开手中的文件，说道：“你明白的吧？这是为了你祖父的治疗，你只需要在这里签字就行。”伊丽莎接过笔，在文件上落笔。“好的，那么……”他放下笔，指着屋子说道：“油漆完全干透还需要一点时间，请稍等片刻再进去吧。”伊丽莎转身走向屋后，雨果伯爵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暗自嘲笑：天真的小鬼，他真的对这个世界一窍不通。过了一会儿，雨果伯爵对手下吩咐道：“嘿，去屋子里看看。”手下正要行动，雨果伯爵看向手中的文件，突然愣住了。雨果伯爵疑惑地发出一声：“他盯着文件上的内容，停下了动作。雨果伯爵惊恐地大喊道：“这是什么？”雨果伯爵看着手中的文件大喊：“签名消失了！”他慌乱地翻动着纸张，不，只要这份权利转让合同还在。他死命地翻找着，终于看清了合同上的附加条款：所属财产，首都郊外42号的一座旧小屋，该财产目前因抵押贷款而负债，适用利率50%，剩余高利贷债务3000万金币。雨果伯爵踉跄着后退，瘫坐在长椅上。高利贷3000万金币！手下急匆匆地跑来喊道：“伯爵，米歇尔不在屋子里！”雨果伯爵惊叫道：“什么？”几天前，伊丽莎走进一家借贷所，看向柜台后的男人说道：“我想用这栋房子做抵押，借3000万金币，请把利率设定为最高。”店主震惊地喊道：“3000万？你现在是在开玩笑吗？”伊丽莎将一叠文件重重地拍在柜台上，说道：“我没时间开玩笑，也没钱。”他打开手提包，将里面的资料全部导了出来：“我今天就要拿到这笔钱。”店主看着桌上的文件，敲了敲桌面，说道：“你应该知道，那是个疯子才会接受的利率吧？”伊丽莎看向店主，眼神坚定地回应道：“给我报最高额度。”他露出一丝笑意，继续说道：“因为要还这笔钱的人并不是我。”店主看着眼前的女孩，发出一声轻笑，虽然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但你真是个有趣的小鬼。他拿出一份合同，说道：“好吧，在这里签字。”阳光洒在宏伟的庄园建筑上，喷泉在庭院中跳跃，一切显得宁静而祥和。女仆走在前方，引导着伊丽莎：“已经为您祖父准备好了专门的病房，所有的治疗都将以最高规格进行。”伊丽莎停下脚步，还有一件事，病人的信息绝对不能泄露给外界，永远都不行。女仆点头回应道：“当然，我们始终确保对签约者的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我们会像守护生命一样保守秘密，请您放心。”伊丽莎站在窗边，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祖父，现在不用担心了，祖父，再也没有人能伤害到您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雨果伯爵愤怒地攥紧手中的文件，那个该死的贱人！他的咆哮声在空旷的野外回荡，惊起了一群飞鸟。伊丽莎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雨果那个混蛋，现在应该已经发现不对劲了。我得赶紧去祖父的当铺看看，已经很久没去过灰烬街了。在宏伟的宫殿内，一名副官向眼前的男人汇报：“我们发现了那个偷走宝剑的法师的踪迹，据说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灰烬街。”男人背对着副官，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副官继续说道：“灰烬街上有一家当铺，那里不是洗白赃物的完美场所吗？”男人转过身，露出一丝冷笑。伊丽莎坐在桌前，翻开手中的笔记，上面清晰地列着她必须完成的目标：第一，夺回莱昂内特家族，查明祖父婚约破裂的原因，洗清祖父的污名，并恢复他的名誉；第二，成功经营当铺，那是祖父最心爱也最珍视的地方，必须重建它；第三，找到治愈祖父的方法，必须查出他的病因，并寻得良药。伊丽莎合上笔记，握住胸前的项链，低声对自己说道：“我可以做到。想想我是谁的孙女。”伊丽莎站在店铺门前，握着扫帚说道：“开始吧。”她开始打扫店铺，清理积尘，擦拭柜台，整理每一处角落。伊丽莎看着手中的文件说道：“只要完成这个，就是真正的开始了。”然而，文件上被盖下了鲜红的印章，拒绝受理。伊丽莎看着被退回的文件问道：“什么？为什么？商业计划书、资金管理方案，甚至连我的鉴定资格证都准备好了，我明明准备了一切。”坐在对面的中年女人冷冷地回应道：“谁都能准备文件，像你这种小丫头，也想在这条街上开当铺？你把这世界想得太简单了。”伊丽莎反驳道：“我真的很擅长鉴定，请不要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随意评判我。”中年女人听后，将2个手势合重重地拍在桌上，说道：“是吗？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就在我面前展示给我看。伊丽莎低头看向自己的挎包，开始在包里翻找鉴定工具。伊丽莎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那枚蓝宝石戒指。这是……伊丽莎放下戒指说道：“关于第一枚蓝宝石，我给出的收购价是150万金币。”中年女人冷笑一声说道：“我就知道，我买入这枚戒指的价格是120万金币。考虑到评估价值，你应该给出大约60%的报价，也就是80万金币。”中年女人愤怒地质问道：“150万金币？你以为报个高价就能讨好我吗？如果你打算靠这种讨好客人的方式做生意，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伊丽莎低头在包里翻找着，中年女人拍着桌子喊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伊丽莎拿出一份报纸，说道：“啊，找到了。”伊丽莎将报纸摊开在桌上，问道：“夫人，您读过今天的报纸吗？”中年女人愣了一下，问道：“什么？”伊丽莎指着报纸上的头条说道：“昨天刚刚宣布，特西塔矿山已经彻底枯竭了，由于稀有度增加，这种宝石的价格将会暴涨。我本可以假装不知道，用80万金币买下它，但如果您以后得知了这个消息……”伊丽莎看着中年女人说道：“您就再也不会光顾我们的当铺了，对吧？”伊丽莎伸手指向另一个首饰盒。“哦，还有那一个是假货。”中年女人盯着伊丽莎问道：“证据在哪里？”伊丽莎拿起那份鉴定证书说道：“乍一看，它就没有天然原石该有的色泽，而且这份证书使用的是阿特曼鉴定所的格式，但那家鉴定所去年就已经倒闭了。”伊丽莎指着证书上的日期继续说道：“可如您所见，这份证书上的日期却是最近的，这是伪造品。”中年女人看着证书，伊丽莎接着说道：“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业余手段。”伊丽莎拿着文件说道：“您应该将那枚真正的蓝宝石留在我们当铺待售，基于240万金币的评估价值，您可以期待获得超过200万金币的收益。”中年女人叹了口气，看着伊丽莎说道：“我承认你准备得很好。”伊丽莎微微躬身回应道：“客户的信任永远是我的首要任务。”中年女人拿起印章说道：“很好，我批准莱昂内特当铺重新开业。”随着印章重落下，莱昂内特当铺的开业许可终于获得了批准。伊丽莎站在当铺门口，抬头看向明媚的阳光，脸上露出了笑容。忙碌了一整天后，伊丽莎疲惫地趴在柜台上说道：“呼，重新开业的第一天，比我想象中还要忙碌得多。”她看着店内熙熙攘攘的顾客，心中暗自感叹：代售策略果然奏效了。顾客们在货架前低声议论：“这里有好多漂亮的东西，竟然连这种宝贝都有。”伊丽莎看着那些精美的商品，不用预先支付自己的现金就能进货并展示各种高品质的商品，这简直太完美了。伊丽莎猛地站起身，看着焕然一新的店铺，如果祖父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伊丽莎伸了个懒腰，忽然停下动作，怎么闻到了薄荷的味道？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你整天看起来都很忙，生意一定很好。”伊丽莎愣在原地，心中暗自惊诧，他一直在看着我吗？伊丽莎转过身，看向窗边那个模糊的身影，毕竟今天是开业日，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阿尔特倚靠在门边，嘴里叼着烟，看向伊丽莎问道：“你是这家当铺的老板吗？”他打量着伊丽莎，心中暗自评价：“这是什么？你看上去倒挺好欺负的。”伊丽莎回应道：“是的，如你所见，我就是老板。”他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有些异样，他的眼睛颜色看起来有些神秘。阿尔特吐出一口烟雾，凑近伊丽莎问道：“你也做人口买卖吗？”伊丽莎愣住了，下意识地问道：“请问你说什么？”阿尔特看着伊丽莎说道：“我要你买下我。”伊丽莎摆了摆手说道：“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涉及那种买卖。”阿尔特看着他，伊丽莎转过身说道：“如果你没有其他要找的东西，我要打烊了，现在已经是闭店时间。”阿尔特伸手拦住伊丽莎的去路，说道：“我要找的是一把剑，但在这一层没看到。”伊丽莎停下脚步，看向2楼的方向，说道：“武器存放在2楼，告诉我你具体想要什么样的，我会为你取下来，这是店里的规定。”阿尔特描述道：“那是一把单手剑，剑身呈菱形，剑柄上镶嵌着珍珠和其他宝石，剑刃有使用过的痕迹。”伊丽莎走到柜台后，拿笔记录着。“我明白了，还有其他显著特征吗？”阿尔特走进柜台说道：“有，最重要的特征是我要找的是一件赃物。”伊丽莎愣住了，看向阿尔特。伊丽莎的手按在柜台上说道：“你找错地方了，我们不经营赃物。”阿尔特盯着伊丽莎问道：“你觉得你能分辨出来？”真是了不起的自信。伊丽莎回应道：“当物品送达时，我们会通过证书、购买收据和拍卖记录进行2重甚至3重核查。如果一件物品没有证书，”伊丽莎继续说道：“比如一个玩偶或是一本书，我与客户的交谈就是线索。他们购买时的心情、对物品的珍惜程度，以及为什么要典当而不是直接卖掉，这些都是判断的依据。”阿尔特冷冷地打断道：“任何人都能编造出悲惨的故事。如果那些收据、拍卖记录和证书全都是伪造的呢？你难道从没考虑过被骗的可能性吗？”阿尔特俯身靠近伊丽莎，伊丽莎避开他的视线说道：“当然，我每天都在担心这件事。但如果你安装了3把锁，小偷却还是闯了进来，难道要怪那个没装第4把锁的人吗？”伊丽莎直视着阿尔特问道：“还是说这应该是小偷的错？如果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鉴定出的物品最终还是被证明是赃物，我会全力配合调查。所以先生，等您抓到那个假设中的小偷后，我再听取您的建议。”伊丽莎心中暗自思忖，等等，现在回想起来，他对当铺这种奇怪的攻击性态度，对销赃的怀疑，甚至还提到了人口买卖。伊丽莎看着阿尔特的背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既视感。伊丽莎开口问道：“打扰一下，先生，您难道是来自莫罗公国吗？”
阿尔特停下脚步，侧过头看向伊丽莎。阿尔特转过身问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伊丽莎回应道：“只是随口问问，因为我听过一些关于莫罗公国当铺过去的传闻。”伊丽莎陷入了回忆。实际上，在我前世住在莫罗公国的时候，那是我在找当铺工作时发现的事情。那时候，一个戴着贝雷帽的老者曾对伊丽莎说道：“在当铺找工作，算了吧，你难道不知道最近所有的当铺都在关门吗？”伊丽莎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老者解释道：“几年前，一些疯子利用当铺做尽了坏事，从走私、高利贷到洗钱，甚至还有人口买卖。在那之后，当铺在莫罗公国就被定为非法行业了。”阿尔特突然逼近伊丽莎，神情阴冷地问道：“是谁告诉你那个故事的？告诉我，你是在哪里听到的？”伊丽莎看着阿尔特，心中暗自诧异：“我只是随口一问，他为什么反应这么敏感？难道他做贼心虚吗？”阿尔特盯着伊丽莎问道：“你也做人口买卖吗？”“我找的是赃物。”伊丽莎看着他，心中暗自惊慌。“等等，别告诉我，难道他是来自莫罗公国的罪犯？如果他刚才是在试探我，看我会不会成为他的同伙，怎么办？”伊丽莎下定决心，是时候把他赶出去了。伊丽莎看向阿尔特喊道：“先生。”伊丽莎捧着脸，露出灿烂的笑容，问道：“您难道是对我有意思吗？”阿尔特愣在原地：“你刚才说什么？”伊丽莎双手托腮，周围仿佛飘起了粉色的爱心，这可真是让人困扰。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吗？阿尔特看着他，满脸不可思议地问道：“不，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伊丽莎指着他说道：“在打烊之后，趁着没人的时候溜进来，还一直问些没用的私人问题，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伊丽莎摇了摇头说道：“即便如此，你也不能独占我。如你所见，我这张脸可是很受欢迎的。虽然很遗憾，但你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我迷住的人。”伊丽莎撩起长发，露出一副无奈的神情说道：“不过我想我可以稍微给你一点特殊的照顾。”伊丽莎笑着张开双手说道：“给我留一张你的名片吧。如果那把镶嵌珍珠的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店里，我会确保第一时间联系你。”阿尔特看着伊丽莎递过来的手，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他摇了摇头，将名片放在伊丽莎手中。伊丽莎接过名片说道：“谢谢你。”阿尔特转身走向门口，伊丽莎在身后挥着手喊道：“回去路上小心。”阿尔特，我知道我很漂亮，但你可不能每天都来看我哦。阿尔特走出大门，听着身后的喊声，心中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为什么我这么生气？伊丽莎站在柜台后，看着手中的名片，原来他的名字叫阿尔特。伊丽莎托着腮，轻声念道：“阿尔特，真是个好听的名字。”埃弗1年前在莫罗公国，在一场漫长的追捕后，埃弗独自抓获了那名纵火犯，那是谁也无法解决的连环纵火案。不久后，埃弗成为了公国的魔法顾问之一。凭借温和的性格，埃弗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获得了与他实力相称的名声。每个人都信任埃弗，直到那天，他偷走了圣物，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侍从站在桌前汇报，那个叫雨果伯爵的当铺老板吸入了烟雾，却依然自信地声称自己没有交易过赃物。但那件神器只要吸入烟雾，就必须说实话。阿尔特问道：“那么，难道是那家当铺找错了吗？”阿尔特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我们的圣物追踪器在那家当铺里产生了反应，可以肯定埃弗去过那里。”侍从兴奋地说道：“我就知道，那家当铺肯定是埃弗的销赃点，是他用来洗钱的渠道。”阿尔特回应道：“没错。”阿尔特陷入了沉思，但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个女人的陈述也被判定为真话？阿尔特抬起手：“我得亲自去2楼检查一下。”门铃响起，伊丽莎推门而入，艾玛看向门口说道：“欢迎，小鬼，我一直在等你。”艾玛手中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做好了。伊丽莎看着艾玛感叹道：“哇，不愧是艾玛，你是怎么弄到纯度这么高的圣水的？”艾玛打开木盒，露出里面2枚晶莹剔透的吊坠。她回应道：“这全是靠我的本事，小鬼。”艾玛看着伊丽莎问道：“话说回来，你打算把这个最糟糕的回忆咒语用在谁身上？”伊丽莎接过木盒说道：“我有我的用途。”艾玛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感叹道：“真是个可怕的小鬼。”伊丽莎抱着木盒走出店门，心中暗自盘算：雨果，准备好，这次轮到你哭了。当铺老板雨果伯爵在空荡的大厅里不安地走动。阿尔特公爵是个严谨的人，他可能正躲在某个地方监视着一切。雨果伯爵停下脚步，但他病得那么重，肯定不会亲自来当铺的吧？一名随从急匆匆地跑进房间，向眼前的伯爵汇报道：“伯爵大人，阿尔特公爵不在当铺里，我盯着那里看了好几天，我敢肯定。”伯爵听后松了一口气，露出阴险的笑容说道：“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伯爵整理了一下衣领，继续说道：“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彻底击垮伊丽莎。”他走到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只要吓唬她一下，她就会乖乖听话了。就在这时，大门被猛地踹开，伊丽莎站在大厅中央说道：“哎呀，你好。”伯爵气势汹汹地走上前：“你应该很清楚我为什么来这里吧？”“你这个小骗子！”伊丽莎回应道：“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如我们喝杯茶慢慢谈。”伯爵看着伊丽莎递过来的茶杯喊道：“别装傻了。”他指着茶杯继续说道：“那个，你先喝。”伊丽莎愣在原地问道：“请问您说什么？”伯爵冷笑着说道：“怎么？如果这真的是杯好茶，你应该没理由拒绝吧？”伊丽莎端起茶杯，当着伯爵的面喝了一口。伯爵愣在原地，发出一声惊疑。伊丽莎放下茶杯说道：“上次因为在街上招待客人，我被狠狠教训了一顿，所以这次我特意准备了茶水。”伯爵整个人僵住了，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状况。伊丽莎脑海中浮现出师傅的身影，师傅曾严厉地教导过他，难道我没教过你该如何正确对待客人吗？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随时准备好茶杯，这样如果事情进展不顺，你就可以随时把茶水泼到他们脸上吗？伊丽莎看着伯爵说道：“您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伯爵后退一步：“你被教训了？”伊丽莎低下头说道：“今天肯定又要被教训了，因为我心太软，没法把茶泼到伯爵大人您的脸上，结果只能自己把它喝光。”伯爵脸色变得惨白，冷汗顺着脸颊流下，他惊恐地心想：“你是说米歇尔叔叔知道那天发生的事了吗？我听说他病得很重，甚至卧床不起。”伯爵越想越害怕，更重要的是，他说今天又要被教训，难道米歇尔叔叔真的在这里？就在这时，楼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伯爵猛地抬头看向楼梯口，发出一声惊叫：“是什么？”沉重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震动着整个大厅。伊丽莎看向伯爵问道：“怎么了，伯爵大人？”伯爵脸色惨白，这个声音是沉闷的撞击声接连不断，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靠近。一名年轻的侍从躲在木栅栏后，惊恐地看着前方。伯爵猛地转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训练场上发出一声巨响，一名壮硕的战士挥动重剑，将面前的盔甲守卫击飞。伯爵惊恐地大喊：“是谁在那里？”伯爵看着前方，声音颤抖地问道：“米歇尔叔叔现在是在测试武器吗？”伊丽莎看着伯爵说道：“你抖得很厉害，没事吧？”伊丽莎在心中暗自想到，果然不出所料，雨果最糟糕的回忆就是他的祖父。伊丽莎看着雨果说道：“祖父其实一直急着要找你算账，我好不容易才拦住他，所以你今天没碰到他，真是走运。”雨果脸色煞白，声音颤抖地问道：“你说什么？他一直急着要找我算账？”伊丽莎继续说道：“是的，他非常生气，一直在大喊，在科隆纳森林归还之前，我绝不会原谅雨果那个小鬼。”雨果瘫坐在地上，难以置信的呢，难道就为了那副没用的话？就在这时，楼上再次传来一声巨响，伴随着一声怒喝：“谁在那里？”雨果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吓得跳了起来。雨果连滚带爬的冲向大门，尖声喊道：“告诉米歇尔叔叔，我会立刻把科隆纳森林还给他的，马上就还，求你了！”伊丽莎挥着手喊道：“那就再见了。”他看着雨果落荒而逃的背影，忍不住笑出了声。他低头看向颈间的吊坠，那是艾玛制作的魔法道具，它的气味能让目标想起最糟糕的回忆，并触发他们的心理创伤。这东西真的像灵丹妙药一样管用。艾玛，你真是最棒的！伊丽莎端着茶杯，在心中暗自嘲笑：“我就知道那个笨蛋不敢喝这杯茶。刚才在雨果起疑时，我独自喝下的那杯茶其实是圣水。神圣力量可以抵消魔力，而魔力也能抵消神圣力量，它们就像互相涂抹的橡皮擦。然而，高纯度的圣水却能单方面抹除魔力。”伊丽莎看着空掉的茶杯，感到有些心疼。高纯度的圣水啊，那可是非常昂贵的。她揉了揉额头，叹了口气说道：“希望以后不需要经常用到这种东西。”伊丽莎看着手中的药瓶说道：“不过，我很高兴能拿到它。”她看着药瓶，陷入了沉思，因为我最糟糕的那段回忆，是我最不想再想起的事情。脑海中浮现出一张通缉令，上面印着一名男子的画像，那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夜幕降临，圆月高悬在空中。阿尔特蹲在屋顶边缘，俯视着下方的动静。他从屋顶跃下，稳稳地落在地面上。阿尔特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按在门上，发出一阵细微的金属碰撞声。他站在月色下，按着腰间的长剑说道：“让我看看那些拷问法师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一道微弱的魔力波动在空中划过，像丝线般指引着方向。阿尔特顺着感应来到阁楼的窗外，翻身进入室内。木地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他蹲下身子，警觉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阿尔特稳稳落在阁楼的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天花板上悬挂着成捆的干花，在月色下散发着幽暗的气息。他环视四周，目光扫过空荡荡的阁楼，这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看起来像卢格诺斯的东西。阿尔特迈步向前，靴子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袖口，那枚镶嵌着红色宝石的袖扣毫无反应。他低声自语道：“袖扣也没有反应，看来不在这里，那么应该是在1楼了。”阿尔特快步走下楼梯，斗篷在身后扬起。他在心中分析着，这意味着卢格诺斯，或者是身上带着卢格诺斯神圣力量的埃弗，只在1楼停留过。他来到1楼大厅，环视着静谧的室内，查看账本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埃弗爵不会无缘无故来到这里。阿尔特走向柜台，正准备寻找线索，脚下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摩擦声。他猛地停住脚步，警觉地看向侧方。阿尔特猛地停住脚步，手按在剑柄上，警觉地看向前方。昏暗的柜台边，一个身影趴在桌上一动不动。阿尔特在心中惊疑道：“昏倒了？”他走近查看，发现一名伊丽莎正枕着一本厚重的账本，呼吸均匀。阿尔特看着他，无奈地心想：不，他只是睡着了。他看着少女毫无防备的睡颜，低声自语道：“真是的，竟然把账本拿来当枕头，这确实是最高等级的安保策略。”阿尔特看着眼前的景象，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他发现桌上散落着几张便签纸，上面写着留给他的话：“早上好，这里是2楼，如果你下到1楼，厨房就在正下方，直接去厨房，别去其他地方乱逛。我知道你天生多疑，你居然真的照做了，啪啪啪！现在打开贴着这张纸条的橱柜吧，虽然颜色看起来有点怪，但你还是得喝掉它。喝完之后，去检查右边的抽屉，那里有给你的礼物。”阿尔特打开抽屉，发现里面躺着一张画着糖果的粉色便签，哒哒，是糖果。阿尔特看着这些充满戏谑的留言，眼神变得深沉。他在心中自语道：“我错了。”阿尔特拿着纸条站在桌边，趴在账本上的伊丽莎发出了梦呓。
不要带我走，求求你不要！阿尔特低下头，看着陷入梦魇的少女，神情变得凝重。伊丽莎在睡梦中低声呢喃：“祖父。”阿尔特拿着纸条转过身，他看着手中的线索，陷入了沉思。第二天清晨，伊丽莎在店内的柜台后伸了个懒腰。昨晚的梦真是一团糟，是因为那个讨厌的记忆魔法吗？明明已经喝过圣水了。伊丽莎疑惑地看向前方，这个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东西应该在阁楼里才对。伊丽莎指尖捏起一片花瓣，看来打扫的还不够彻底。她正低头整理着柜台上的厚重书籍，门口传来了清脆的铃铛声。伊丽莎立刻抬起头，换上职业性的微笑，喊道：“欢迎光临！”一个穿着黑色连帽斗篷的身影走入店内，来访者全身被宽大的黑袍遮盖，沉默地停在柜台前。伊丽莎看着眼前的神秘人，那是真人吗？还是死神？她紧张地咽了下口水。难道是因为我的回归扰乱了自然秩序，所以他们来找我了？来访者站在柜台前，声音有些迟疑地问道：“这里是当铺对吧？”伊丽莎松了一口气，笑着回应道：“是的，这里就是。”她在心里暗自庆幸，谢天谢地，只是个普通人。来访者继续问道：“如果我拿东西过来，你能帮我鉴定一下吗？”伊丽莎一边整理着柜台上的布料，一边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您带了什么过来？可以先放在这里。”来访者从黑色的斗篷下伸出手，手腕处露出了精致的蕾丝袖口，掌心托着一件饰品，说道：“那是一枚镶嵌着巨大青绿色宝石的吊坠，在灯光下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伊丽莎看着柜台上的吊坠，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她仔细端详着那枚散发着神圣光芒的青绿色宝石。等等，这难道是一件圣物？伊丽莎抬起头看向来访者，问道：“小姐，您有鉴定证书或者保修单吗？”来访者低声回应道：“我没有那种东西。”伊丽莎继续追问道：“那收据或者拍卖记录呢？”来访者显得有些局促：“我不太确定。”他紧紧抓着自己的斗篷边缘，声音越来越小：“我只有这块宝石本身，没有那些东西就不行吗？”伊丽莎看着眼前的来访者，该不会这是赃物吧？伊丽莎摇了摇头：“我可能无法立刻准确鉴定物品，但我对人的直觉很准，我觉得他的东西不是偷来的。”伊丽莎拿起水壶，为坐在对面的来访者倒了一杯茶。如果那是赃物，她肯定会想方设法尽快脱手。但这个女孩刚才先要求我帮她鉴定一下。伊丽莎将茶杯推到来访者面前，问道：“那么这块宝石背后有什么故事吗？”来访者双手捧起茶杯，低声回应道：“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吊坠，刚拿到它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伊丽莎观察着对方，从那件礼服的做工和她手上戴着的戒指来看，她一定出身于非常有权势的家庭。难道是急需现金吗？来访者继续说道：“但是他们正试图从我手里把它抢走。”伊丽莎惊讶地问道：“什么？是谁要抢走它？”来访者的身体微微颤抖，低声回应道：“我的叔叔。他说，像我这样的孩子根本没有资格拥有这种东西，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我听说可以把贵重物品留在当铺里保管。”伊丽莎有些为难地回应道：“小姐，我们这里并不是专门提供寄存服务的机构。”来访者打断了她：“我知道这颗宝石可以被卖掉。”伊丽莎惊讶地问道：“什么？既然这是如此稀有且意义非凡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舍弃它？”来访者低声回应道：“我只是需要让它彻底脱离我叔叔的掌控。”伊丽莎看着眼前的少女，她正用力抓着自己的衣袖，指尖因为用力而显得有些僵硬。来访者低声说道：“我太弱小了，他一定会从我手中夺走它，尤其是如果是交给你的话。当你找到真正配得上这颗宝石的人时，请把它卖给他们。能买得起它的人，一定拥有保护他的金钱和力量。”伊丽莎沉默地听着，随后开口说道：“小姐。”伊丽莎看向对方，眼神变得坚定：“我不会接受这笔交易。”来访者愣住了，有些无助地问道：“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伊丽莎看着他说道：“我怎么可能卖掉你如此珍视的东西？”伊丽莎举起放大镜，仔细观察着那枚吊坠，说道：“祖母绿是很脆弱的，哪怕是轻微的碰撞，都会留下永久的痕迹。”她放下放大镜，指着宝石，继续说道：“但你看这枚吊坠完美无瑕，连一道划痕都没有。”伊丽莎微笑着看向来访者：“没有人会像你这样珍惜这颗宝石了。”她握住对方的手，眼神温柔地说道：“所以，就像你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希望由你来继续守护它。”来访者声音颤抖着回应道：“但是如果我留着它，我叔叔一定会把它抢走的。”伊丽莎看着他说道：“我不能帮你卖掉它，但我可以让你用这颗宝石作为抵押，借钱给你。”来访者有些惊讶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你会替我保管它吗？”伊丽莎摇了摇头回应道：“保管？我们从不单纯为客人存放贵重物品。”来访者沉默了片刻，随后像是下定了决心：“那么我就用它作为抵押来贷款。”他抬起头看向伊丽莎问道：“我能借到多少钱？”伊丽莎伸出一根手指，按在柜台的一枚金币上，说道：“丽娜金币。”来访者愣住了。伊丽莎继续解释道：“期限是3个月，利率10%。”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补充道：“不过既然金额这么小，我就免除你的利息了。”伊丽莎看着对方，叮嘱道：“所以你一定要回来把它赎回去。”“我是认真的。”来访者双手紧紧握住那枚金币，用力地点了点头，回应道：“是的，我一定会回来还清债务的。”伊丽莎翻开账本，拿起羽毛笔，说道：“既然是抵押，我需要登记在册，请问您的名字是？”来访者沉默了片刻，低声回应道：“丽娜，我的名字是丽娜。”伊丽莎停下笔，抬头看向对方，说道：“好的，丽娜。”伊丽莎送对方走到门口，挥手告别道：“
很快会再见的。来访者站在门口回应道：“是的，再见。”来访者拉紧斗篷，走出了店门。伊丽莎回到柜台后，拿起那枚青绿色的吊坠，这真是一件精美绝伦的珠宝，而且还是一件圣物。她看着手中散发着光芒的宝石，我之所以只借给他区区一个金币，去抵押这件价值千万的宝物，是因为对丽娜而言，这颗宝石是无法估量的无价之宝。伊丽莎将宝石放进木盒，合上了盖子。窗外下起了雨，雨水顺着玻璃流淌而下。街道上空无一人。伊丽莎站在窗边看着外面，叹了口气说道：“一个行人都没有啊。”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白色斗篷的身影出现在雨幕中，正朝着店门走来。伊丽莎看着那个身影说道：“哦，有客人来了。”她立刻转身跑向柜台，兴奋地想到：“是来找我的吗？”门铃响起，伊丽莎快步迎上前，大声喊道：“欢迎光临！”推门而入的是一名穿着白色连帽斗篷的克雷森斯，他在门口停下脚步，看着伊丽莎。克雷森斯露出微笑说道：“啊，你一定就是米歇尔的孙女吧？”伊丽莎看着他，显得有些惊讶。克雷森斯继续说道：“你长得和米歇尔简直一模一样。”伊丽莎疑惑地问道：“你觉得我长得像我祖父？”克雷森斯笑着回应道：“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米歇尔以前经常提起你。”他走近了一些，语气轻松地问道：“不过刚才为什么突然犹豫了一下？”克雷森斯走进店内，这雨冷得我骨头都疼了，我可以进来吧？他脱下兜帽，露出一头浅灰色的卷发，随手拨弄了一下被雨淋湿的发丝，问道：“米歇尔躲到哪里去了？”伊丽莎看着他回应道：“他把店留给我，现在正在旅行。”伊丽莎看向克雷森斯，继续说道：“如果你有什么业务，可以直接跟我谈。”克雷森斯露出微笑说道：“这么说，你已经具备鉴定物品的能力了。”他伸出手，将一件东西放在了柜台上。克雷森斯凑近伊丽莎问道：“等一下，米歇尔难道从来没向你提起过我吗？”伊丽莎退后一步回应道：“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可以去查一下记录。”克雷森斯轻笑一声说道：“那倒不必，我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账本上。”他收敛了笑意，在身上翻找着说道：“更重要的是，帮我看看这个。”伊丽莎看着盒子问道：“你有证书、收据或者拍卖记录吗？”克雷森斯按住盒子回应道：“那些都没有。”伊丽莎有些疑惑：“难道是你自己做的，或者是私人定制的委托件？”克雷森斯果断地回答道：“绝无可能。”伊丽莎看着克雷森斯问道：“你得到这件东西的过程，恐怕也没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分享吧？”克雷森斯理所当然地回应道：“没错，怎么了？”伊丽莎盯着他说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件圣物。”克雷森斯猛地一颤，显得有些惊讶。伊丽莎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暗自想到：这家伙是个小偷，他竟然有胆量带着一件偷来的圣物，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店里。伊丽莎拍着桌子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是圣物的？”克雷森斯反问道：“这在现在真的很重要吗？”伊丽莎指着他喊道：“你是从哪里偷来的？”克雷森斯举起双手解释道：“我没有偷，而且我是在问你怎么知道那是圣物的，我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伊丽莎拿着东西喊道：“总之你给我待在那别动。”伊丽莎按住桌上的金盒说道：“我现在就要向神殿举报这件事。”克雷森斯转身跑向门口，伊丽莎在后面喊道：“喂！”克雷森斯冲出店门，消失在街道上。他隔着栅栏门对伊丽莎喊道：“我没有偷，我不是小偷。”克雷森斯回应道：“好吧，也许有些小偷会这么做。”伊丽莎追到门口反问道：“难道小偷通常会亲口承认自己是小偷吗？”伊丽莎拿出一个小喷瓶，走向栅栏门。克雷森斯站在门外，看着伊丽莎靠近。伊丽莎隔着栅栏喊道：“总之，小偷就是小偷。”克雷森斯站在门外解释道：“我真的不是小偷，我知道你可能误会了。”他按下喷头，一股喷雾直冲克雷森斯的脸部。克雷森斯被喷个正着，伊丽莎却突然尖叫一声：“啊！”风将喷雾吹了回来。伊丽莎捂着眼睛大叫。伊丽莎流着泪喊道：“该死的小偷！”克雷森斯喊道：“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以后再解释。”伊丽莎抓着栅栏门喊道：“什么以后？给我站住！”克雷森斯跑远了。伊丽莎靠在栅栏上哭喊道：“哈，我要疯了！”伊丽莎瘫坐在店内的地板上。那个混蛋，既然事情变成这样，今天就好好休息吧。克雷森斯在远处挥手喊道：“我叫克雷森斯，我还会再来的。”伊丽莎趴在桌上，流着泪喊道：“还来？别再回来了！”伊丽莎在店内翻找着，圣水就在这里的。她拿出一个喷雾瓶，说道：“找到了。”伊丽莎对着自己的眼睛按下喷头，闭着眼感叹道：“谢谢你，世界树。”伊丽莎仰起头感叹道：“这种昂贵的东西，总算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了。”她走到栅栏门前，看着克雷森斯离开的方向，说道：“那个该死的小偷，下次再见到他，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伊丽莎将手中的喷雾瓶扔进箱子，这个已经不能再用了，我得再找一个魔法安保装置。宏伟的神殿矗立在长街尽头，一个披着白色斗篷的身影走在回廊中。克雷森斯披着白色斗篷走在神殿的长廊上，两旁的侍从纷纷低头行礼。他穿过人群，走向神殿深处的大门。克雷森斯将带回来的金盒放在桌上，心中暗自思忖：他是怎么一眼就认出那是圣物的？连米歇尔都无法用肉眼直接鉴定出来。克雷森斯停下动作：“我听说他有个孙女。”克雷森斯站在柜台前问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足够值得信赖去继承这家当铺吗？”米歇尔站在柜台后回应道：“如果那孩子接管了当铺，结果
只会有2种。修哥看着克雷森斯，继续说道：“要么是一败涂地，要么是获得惊人的成功。”克雷森斯走在神殿的长廊上，想起刚才在当铺的遭遇，轻笑了一声，说道：“刚才确实挺惊人的，所以他只说对了一半。”克雷森斯看着窗外，低声自语：“我想知道最后会是失败还是成功。”一名神职人员走进行礼，说道：“克雷森斯枢机主教大人，会议时间到了。”克雷森斯停下脚步回应道：“好的，我马上就过去。”克雷森斯枢机主教转过身，走向会议厅的方向。克雷森斯停下脚步，华丽的披风随之摆动。他站在神殿的圣光之中，低头看着桌上那个精致的圣物金盒，轻声说道：“我很快会再来的，到时候见。”克雷森斯露出了一丝玩味的微笑，自言自语道：“我很期待。”你究竟会失败还是成功？第二天，伊丽莎提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在小镇的街道上，她停下脚步，望向前方。伊丽莎提着行李箱走进华丽的大厅，皮鞋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名女侍者注意到她的动向，急忙走上前拦住去路，说道：“抱歉，小姐，那里是贵宾区。”伊丽莎停下脚步回应道：“我知道。”女侍者露出为难的神色问道：“那您为什么？”伊丽莎看向女侍者说道：“你是觉得我第一眼看上去不像是个贵族或者有钱人吗？”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函，展示在女侍者面前，说道：“我是代表米歇尔·利奥内特伯爵来处理业务的。”伊丽莎收起信函，径直走向贵宾区，说道：“我现在进去了。”休哥坐在办公桌后，看着眼前的访客问道：“欢迎，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克雷森斯站在桌前，揉了揉眼睛，说道：“我想查看米歇尔·里奥内的账户。”休哥露出些许局促的神情，谨慎地问道：“如果不介意，我问一下，请问你和米歇尔·里奥内伯爵是什么关系？”伊丽莎回应道：“我是他的亲戚。”休哥摇了摇头，说道：“即使是亲戚，也不能随便便查看他的账户。”伊丽莎打开手提箱，从里面取出文件，说道：“是的，所以我早有准备。”伊丽莎将文件按在桌上，继续说道：“就像那些混蛋检查祖父资产时一样，我有米歇尔·里奥内亲笔签名的授权书，还有一份记录了他授权声明的录音装置。”伊丽莎握着笔，在心中暗自思忖：“休哥伯爵，是你建议并授权我这么做的，对吧？”休哥说道：“没错，就是我说的，我已经确认过了，请稍等片刻。”伊丽莎看着休哥转身去取资料，心中继续盘算着：我只是稍微给了休哥一点压力，因为他太害怕去拿这些东西了。但爷爷绝对不可能授权那些混蛋查看他的资产，那一定是伪造或冒充的，他们的胆子真大。休哥走回来，将一份文件按在桌上，说道：“如果您想提取任何资金，需要带上您的印章。”伊丽莎看着文件回应道：“没关系，我今天只是来查看账户的。”他仔细阅读着账单上的数字，眉头微蹙，账户里的钱比我预想的要少，但是有很多大额资金进出的记录，虽然存款人各不相同。伊丽莎嘴角微微上扬，心中暗自思忖，他一定是在为罗珊娜子爵夫人洗钱。他伸手按住账单，仔细观察着上面的记录，交易的分行地点都非常接近，这意味着附近一定有一个大额资金流动的场所。伊丽莎合上文件，笑着对银行职员说道：“我已经看完了，谢谢你。”他提起行李箱，转身离开，心中已经有了计划，下一个目的地决定了。伊丽莎走出银行，望向远方，哲理拍卖行，今晚正好有夜间拍卖会，我是不是该去设个陷阱呢？拍卖行大厅内人头攒动，身着华服的贵族们三五成群的交谈着。伊丽莎走进大厅，环顾四周，心中暗自思忖：他们说入口处有守卫。她看向前方，注意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啊，是那个吗？伊丽莎走上前，伸手轻轻拽住那人的黑色衣角，问道：“打扰一下，请问入口是往这边走吗？”黑衣男人停下脚步，侧过身看向他。伊丽莎看清对方的脸，愣在原地，心中惊呼道：“哎，你是？”伊丽莎看着他，心中一惊，是上次那个客人。伊丽莎看着眼前的阿尔特说道：“哦，是你啊。”阿尔特问：“你来这里做什么？”伊丽莎回应道：“难道这里是我不能来的地方吗？你该不会告诉我，你就住在这里吧？”阿尔特看着伊丽莎说道：“别胡说了，谁会住在拍卖行里？”伊丽莎回应道：“也有人住在当铺里啊。”阿尔特问道：“你是说你住在那个当铺里？”伊丽莎回答道：“是的。”阿尔特继续问道：“其他人知道吗？比如你的家人？”伊丽莎说道：“谁知道呢？他们大概完全不知情，准确的说，应该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祖父会崩溃的。”伊丽莎看向阿尔特问道：“况且住在当铺里真的很凄惨吗？”阿尔特沉默地看着他。伊丽莎笑着说道：“看来你对我非常好奇，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伊丽莎拎起手提箱说道：“我先走一步了。”他环顾四周，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我不赶快进去的话，这样也好。戴着面具的阿尔特看向伊丽莎说道：“我在这里也有事情要办，等你办完事，我们再聊聊吧。”阿尔特说完便迈步离开。伊丽莎看着他的背影，快步朝另一个方向跑去。伊丽莎心想：等我办完事再聊。难道我已经对他那些油腻的话产生免疫力了吗？阿尔特停下脚步说道：“别再自以为是的觉得我对你好奇，或者对你有兴趣了。”伊丽莎愣在原地，她随后轻笑出声：“谢天谢地，看来我还没对那种话产生免疫力。”阿尔特转过身看向伊丽莎问道：“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你的眼睛充血了吗？”伊丽莎惊讶地问道：“什么？”阿尔特侧过脸说道：“你应该去看眼科医生。”阿尔特说完便走向大门，两名警卫守在门口。伊丽莎看着他的背影，心想：他是在担心我吗？伊丽莎看着阿尔特的背影，心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忍不住问他是否有兴趣。一名穿着西装的侍者迎上前来，
欢迎光临，尊贵的客人。伊丽莎看向侍者，侍者微笑着问道：“请问您在哲学拍卖行有什么业务？”伊丽莎回答道：“我是卖家。”侍者侧过身做出请的手势。那么请往这边走。伊丽莎迈步跟上，皮靴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声响。她看着前方的走廊，心想：看来我该走这条路。伊丽莎推开沉重的大门，走进了华丽的会客厅。房间内坐着一名身穿紫色礼服的贵妇人，一名老者正站在沙发旁与她交谈，而另一侧，一名戴着紫色花纹面具的阿尔特正双臂交叠靠墙而立。伊丽莎拎着手提箱，从阿尔特身边经过，戴面具的卡洛斯开口喊道：“喂！”伊丽莎停下脚步，转头看向他。卡洛斯盯着伊丽莎说道：“说你呢？”伊丽莎指着自己问道：“我吗？”卡洛斯冷笑一声问道：“你到底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伊丽莎问道：“这里难道不是哲学拍卖行的卖家候补室吗？”卡洛斯回应道：“那倒不是。”哈，随便吧，这就是这里的问题所在。只要有人声称有东西要卖，他们就会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乌合之众进来。伊丽莎看着他，心想：拍卖行难道是评判人的地方吗？这里应该是评判物品的地方。卡洛斯继续说道：“如果不先审查人的话，检查货物又有什么意义？”伊丽莎重复道：“审查人？”卡洛斯肯定地说道：“没错，谁能保证你带来的东西不是随手捡来的，或者是偷来的？”伊丽莎看着卡洛斯，心想：他是在把我当成小偷吗？对一个昨天为了抓小偷而被喷了胡椒喷雾的人。伊丽莎笑着说道：“那你应该在白天过来。”卡洛斯问道：“什么？”伊丽莎继续说道：“白天的拍卖会是私人的，只有受邀者才能参加。如果你想和那些所谓的高雅人士打交道，你应该那时候来。”伊丽莎掩嘴轻笑：“哦，或者你已经被筛选掉了。”卡洛斯愤怒地喊道：“你这小丫头！”卡洛斯指着伊丽莎喊道：“你知道我是谁吗？像你这种无名小卒，竟敢如此放肆！只要我想，瞬间就能毁了你这种人。”这时房门被推开，一名侍者走出来说道：“下一位，请进。”卡洛斯冷哼一声，迈步走进房间，伊丽莎紧随其后。房间内坐着2名负责审核的男子，其中一人开口说道：“请提交您的物品、证明文件、收据以及您的名片或身份证明。”伊丽莎站在桌前问道：“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这些真的都是必须的吗？”卡洛斯在一旁大声说道：“卡洛斯·科尔托，我肯定告诉过你要记住我的名字。”伊丽莎内心重复那个名字：卡洛斯·科尔托。伊丽莎看着手中的文件，上面写着科尔托家族因对利奥内特公爵3年的忠诚而被授予男爵爵位，他竟然和利奥内特家族有联系。如果是3年的忠诚，那意味着他现在应该已经引起了注意。他今天到底带来了什么？鉴定师的声音传来：“一本古书，检查完毕。”伊丽莎看向前方，低声重复道：“一本古书。”房门被推开，一名穿着西装的男人走出来说道：“下一位。”伊丽莎拎着手提箱走向门口，她心想：根据我找到的信息，书籍拍卖被安排在绘画拍卖之后。伊丽莎迈步走进房间，皮靴在走廊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伊丽莎心想：卡洛斯·科尔托，无论你在策划什么，都不会如你所愿。伊丽莎走进金碧辉煌的拍卖大厅，大厅内灯火通明，宾客们已经陆续就座。伊丽莎环顾四周，寻找着目标。伊丽莎心想：啊，他在那里。卡洛斯正戴着面具，神情傲慢地坐在前排的软椅上。伊丽莎迈步走下台阶，皮靴踩在红地毯上，发出沉稳的声响。她径直走向卡洛斯后方的座位，在大厅的一角坐了下来。伊丽莎盯着前方的卡洛斯，卡洛斯察觉到视线，转过头冷哼道：“哼，随便你看。”伊丽莎正看着他，突然发现卡洛斯神色一变，整个人僵在座位上。紧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到了伊丽莎身旁，直接坐在了她旁边的空位上。伊丽莎有些疑惑，他为什么突然这种反应？伊丽莎惊讶地看着他，什么？阿尔特目不斜视地说道：“看前面。”伊丽莎转过头看向他，问道：“这里还有很多空位，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阿尔特没有回答。此时，一名金发男子走上拍卖台，向台下的宾客们鞠躬致意：“晚上好，我是弗雷德里克，今晚拍卖会的拍卖师。我们的第一件拍品是一颗红宝石原石，据传是在100年前开采出来的。”侍者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展示着托盘中硕大的红宝石。拍卖大厅内顿时响起了一阵细碎的议论声。拍卖师弗雷德里克指向台上的画架，说道：“下一件拍品是来自私人收藏的画作，名为《科洛纳之灵》。这幅画由一位已故的无名艺术家在25年前创作，描绘的是西北部的一片森林。”侍者揭开覆盖在画作上的白布，露出一幅色调昏黄、笔触细腻的森林油画。弗雷德里克继续介绍道：“画作左下角有一处拇指大小的裂痕。”台下的宾客们开始交头接耳，这种针叶灵画作不是很常见吗？而且还有裂痕，谁会买这种东西？伊丽莎静静地坐在位子上，看着那幅画。弗雷德里克宣布道：“起拍价为1亿金币。”伊丽莎嘴角微微上扬，身旁的阿尔特转过头问道：“那是你提交的物品吗？”伊丽莎回应道：“是的。”阿尔特看着台上的画作说道：“看起来注定要流拍了。你为什么要定下1亿金币这种荒谬的起拍价？”伊丽莎凑近阿尔特的耳边，低声说道：“那是因为让那幅画流拍，正是我的意图。”阿尔特回应道：“原来如此，所以你的目标是比1亿金币更庞大的东西。”阿尔特看着前方说道：“这种手段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伊丽莎回应道：“你猜得真准。”他看向阿尔特问道：“不过你说这让你想起了一个人，那会是谁呢？”阿尔特直视前方说道：“我告诉过你要看着前面。”伊丽莎转过头应道：“啊，好的。”
拍卖师站在台上宣布，接下来我们将开始稀有书籍和古代文献的拍卖。拍卖师继续介绍道，第一件拍卖品是社会学家奥古斯特的一部未发表遗作。伊丽莎看着台上说道，终于开始了。伊丽莎看向一旁，原来这就是那个人提交的物品。拍卖师继续宣布，权力的诠释，其中包含了作者的手写笔记，起拍价为20万金币。汉娜猛地站起身，惊呼道，天啊！周围的人纷纷看向汉娜，汉娜察觉到失态，坐回原位，低声说道：“啊，抱歉。”坐在一旁的伊丽莎疑惑地看向汉娜，问道：“什么？”卡洛斯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伊丽莎看着卡洛斯，他一直在盯着那个人看。伊丽莎陷入沉思，而且那个书名，我记得以前在哪里听过。伊丽莎突然想了起来，我想起来了，那本书即将被列为禁书。她回忆起曾读过的报道，我记得当时很困惑，明明是一部尚未发表的作品，却有文章说它被禁了。伊丽莎继续回想着，更重要的是，那个拥有这本书的公职人员甚至被解雇了。那个人的名字是……伊丽莎坐在席位上，汉娜，迭戈。拍卖师的声音在会场回荡，出价增加了10万金币，现在的价格是80万金币。伊丽莎看着汉娜，罗珊娜为了让那个人被解雇，在背后动了手脚。罗珊娜一定知道汉娜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得到那本书，但是有那个男人跟着她，想要赢得竞拍恐怕没那么容易。伊丽莎突然愣住，她猛地转过头，我确定那个男人。伊丽莎盯着卡洛斯的脚尖，他正在给那个人发送信号，来抬高价格。在会场的另一侧，一名戴着单片眼镜的竞拍者正接收着指令。伊丽莎观察着卡洛斯的动作，那只鞋底一定安装了发射器。卡洛斯的脚尖轻轻点地，点一下意味着立即加价，紧接着他的脚尖连续点了2下，点2下则意味着假装犹豫来拖延时间。拍卖师高声宣布，现在的出价是90万金币。伊丽莎看着这一幕，他们反正都要开除汉娜，现在只是想从她身上榨干最后1分钱。伊丽莎看着前方说道，不能让汉娜得到那本书。她继续思索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本书甩给那伙人，并揭穿他们的真实意图。伊丽莎突然想到了主意，我明白了。她转过头看向身边的阿尔特，阿尔特察觉到视线，疑惑地看向她。伊丽莎伸手拉住阿尔特的衣袖，说道，打扰一下。伊丽莎凑到他耳边低声问道，先生，租你1个小时要多少钱？阿尔特愣住，什么？伊丽莎急促地说道，你上次不是让我买你的时间吗？租你1个小时到底要多少钱？阿尔特回应道，不，那是……伊丽莎打断道，我没时间争论了，待会儿直接把收据寄到店里就行。伊丽莎凑近阿尔特低声说道，你看到那边那个80号男人了吗？那个人正通过发射器接收我右边这位先生的信号，他们正试图以天价卖掉那本书，以此来敲诈80号。伊丽莎继续叮嘱道，我会想办法处理发射器，你负责确保那个80号没法逃跑。阿尔特问道，为什么？他看着伊丽莎继续说道，就算80号以高价买下那本书，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失，所以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件事？伊丽莎回应道，他是个无辜的人，而且他正要被一个骗子诈骗，就算对我没有好处，我也应该帮忙。阿尔特沉默地看着伊丽莎，伊丽莎看着他，他真的不打算帮忙吗？阿尔特开口说道，好吧，我会帮忙的。阿尔特转过头看向伊丽莎，拍卖师高声宣布600万金币。伊丽莎惊呼道，已经涨到这么高了。他凑到阿尔特耳边低声催促道，快点去。阿尔特站起身，快步离开座位。伊丽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随后低下头翻找自己的包，虽然我把自卫用的魔法道具留在了后面，但是……伊丽莎从包里拿出一瓶药水，我还有这瓶圣水。拍卖师在台上环视全场说道，如果没有人继续出价，我将在倒数3声后结束竞拍。汉娜坐在座位上，双手紧紧抓着裙摆和号码牌，显得十分纠结。拍卖师开始倒数，3、2，汉娜猛地举起手中的80号牌子。伊丽莎看着这一幕，卡洛斯接下来会点2下鞋尖，以此发出停止竞价的信号。卡洛斯嘴角上扬，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他抬起脚，脚尖轻轻点向地面。卡洛斯的脚尖悬在半空，正要点下第2次信号。伊丽莎看准时机，就是现在。她猛地将手中的药水瓶掷向地面，药水瓶在卡洛斯的脚边碎裂，蓝色的液体溅了一地。卡洛斯的脚踩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他愣在原地说道，什么？卡洛斯猛地站起身，难道……他看向拍卖台大喊道，不，你不能。拍卖师在台上继续倒数，竞拍将在3声后结束。拍卖师在台上高声倒数，3。卡洛斯伸出手想要阻止，拍卖师继续喊道，2。持有80号牌的男人依然举着牌子，等待着信号。拍卖师喊出最后一数，1。木锤重落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拍卖师宣布道，权力的诠释以850万金币的价格成交给80号竞拍者。卡洛斯整个人僵在原地，冷汗顺着脸颊流下，他猛地抱住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我说了不要。80号竞拍者疑惑地转过头看向卡洛斯，卡洛斯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死死捂住脸。这时，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打扰一下，先生。”3名身材魁梧的警卫挡住了卡洛斯的去路，为首的警卫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们有些事情需要核实，请您先回座位坐好。”卡洛斯看着眼前的警卫，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警卫继续说道：“我们收到了一份举报，那名持有80号牌的男人见势不妙，正准备悄悄溜走。他刚离开座位，没走几步，阿尔特便出现在他身后。”阿尔特伸手按住男人的肩膀，说道：“就在这里。”男人被吓了一跳，整个人瘫倒在地上。阿尔特按住倒在地的男人说道：“
果然有东西。他从男人的耳后取出一个微小的装置，警卫走上前说道：“谢谢你，不仅举报了这件事，还亲自抓住了他。”阿尔特将装置交给警卫，转身离开。汉娜追了上来，阿尔特不小心撞到了他的后背，他惊呼道：“哦！”汉娜看向阿尔特说道：“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这是我第一次来拍卖行，因为有一本我很想要的竞拍书。”他心有余悸的继续说道：“我完全没想到会遇到这种诈骗。”阿尔特看向汉娜说道：“你不该谢我，还有另一个人帮了你。”汉娜疑惑的问道：“哎，是谁？”阿尔特看向一旁示意道：“在那边。”他转过头看向原本的位置，然而那里的座位已经空了，伊丽莎早已不见了踪影。阿尔特独自走在空旷的阶梯上，他从怀中取出一张名片，看着上面的字迹。汉娜站在他面前说道：“如果你查到了是谁帮了我，请务必联系我，我想亲自向那个人道谢。”阿尔特看着伊丽莎离开的方向，他到底突然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今天明明是特意为了见他才过来的。阿尔特独自走在长廊上，他原本以为那个女人是为了卖掉卢格诺才出现的，但现在看来，她似乎纯粹是为了参加拍卖会。她看起来那么天真，甚至差点被人骗了。即便没有任何好处，我也想帮她一把，毕竟去帮助一个差点被诈骗的人。阿尔特停下脚步，我实在无法把他看作是埃夫的同伙。不，现在还不该这么快下结论。埃夫曾经也为了赢得人们的好感，努力工作了好几个月。阿尔特按住胸口，而且那个夹子还在发光。他看着手中的长剑，即便他没有亲自藏起卢格诺，他也一定以某种方式与这件事有关联。月光笼罩着静谧的庄园，阿尔特推开沉重的大门，走进灯火通明的室内。一名侍从迎上前问道：“您回来了吗？”阿尔特一边走一边回应道：“在拍卖行没发现什么异常。”侍从跟在他身后追问道：“那您为什么要那样做？是有什么新消息吗？”阿尔特停下脚步说道：“不，莫罗那边没有任何消息。”侍从疑惑地问道：“那么？”阿尔特走到桌前，伸手按在桌面上，陷入了沉思。侍从站在桌边问道：“您之前不是在当铺留下了一个名片形状的魔法道具吗？”阿尔特看着桌上的圆盘状感应器，侍从继续说道：“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任何动静，但今天我检查的时候，桌上的感应器突然传出微弱的杂音，里面隐约透出哭泣声。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才好？”从时间上看，这是在拍卖会开始之前传来的，但里面只传出了卡洛斯哭泣的声音，接着信号就突然中断了。您今天没有见到那个女人吗？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或者是她遇到了什么意外？阿尔特陷入了沉思。阿尔特回想起伊丽莎的模样，现在想来，她的眼睛似乎有些红，是因为哭过吗？他按住额头说道：“我不确定。”他坐在桌前，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问了他无数个问题，却唯独没有问过他过得好不好。阳光洒在宏伟的宫殿建筑上，拍卖行主管将一份文件拍在桌上，说道：“既然你已经签了字，从现在起你将被禁止进入我们的拍卖行。”卡洛斯看着那份文件，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他失魂落魄地走出大厅，低声哀叹道：“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他独自走在庄园的小径上，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路边。卡洛斯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那辆马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个男人突然从阴影中冲出，其中一人迅速捂住他的嘴，将他整个人架了起来。卡洛斯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被强行拖入了黑暗之中。卡洛斯被强行塞进马车，马车在夜色中疾驰，他被粗暴地推入房间，整个人摔倒在厚重的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哼。红裙女人坐在高位上，俯视着地上的男人说道：“我听说了你惹出的那些乱子。”卡洛斯抬起头，冷汗顺着脸颊滑落，他看着眼前的女人，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红裙女人交叠着双腿，冷冷地注视着他，身旁的随从低头侍立。卡洛斯跪在地上，不敢直视对方的目光。红裙女人站起身，一脚踩在卡洛斯的背上。“我本以为雨果已经够让我失望了，你知不知道你给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卡洛斯趴在地上哀求道：“对不起，死绝夫人，那真的是一场意外，我怎么会知道那个魔法道具会突然坏掉？而且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提到过您的名字，夫人。”红裙女人冷冷地俯视着他。卡洛斯流着泪继续说道：“那个听我命令的蠢货也像个傻瓜一样。还有一个奇怪的女人惹恼了我，最重要的是，因为那幅开价1亿金币却没卖出去的奇怪画作，拍卖会的气氛变得太狂热了，根本无法掌控局面。”红裙女人神色一变，等一下。红裙女人盯着卡洛斯问道：“那幅开价1亿金币却没卖出去的画，到底是什么画？”卡洛斯流着冷汗回应道：“那是一幅叫做《科洛尼亚之灵》的画。”红裙女人神色骤变，猛地站起身。卡洛斯被吓得瘫坐在地，惊恐地看着他。红裙女人冷冷地命令道：“滚下去！”卡洛斯愣了一下，随即连声应道：“是，我明白了。”他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间，逃命般地钻进马车，马车门重重地关上，随即在夜色中疾驰而去。红裙女人看着窗外说道：“我本想交给你一些差事，但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废物，你甚至连埃弗、迭戈那个麻烦精都解决不掉。至于那个白痴以后该怎么处理，我晚点再想。”他转过头喊道：“雨果！”雨果猛地一惊，看向红裙女人。红裙女人露出一丝冷笑说道：“你交给叔叔的那幅画，在拍卖会上开出了1亿金币的高价，你觉得呢？”雨果流着冷汗回应道：“但他们不是说那幅画卖不出去吗？反正那也不是一幅能卖掉的画，所以应该没问题吧？”红裙女人看向一旁问道：“你觉得米歇尔叔叔的目标是通过卖掉那幅画来赚钱吗？既然正如你所说，那是一幅根本卖不出去的画，他为什么还要把它拿去拍卖呢？”红裙女人神情凝重地说道：“那绝对是一个信号。”雨果愣在原地，疑惑地问道：“信号？”
红裙女人继续说道：“没错，是发给某个人的信号，那很可能是一种暗号。当接收到信号的合作者买下那幅画时，暗号就完成了。既然他给那幅画标价1亿金币，那么画中隐藏的东西一定同样价值连城。也许是叔叔隐藏财产的地点。”雨果惊恐地捂住嘴，冷汗直流。红裙女人露出一丝贪婪的冷笑：“那幅画描绘的是西北部的针叶林，也许他把财产埋在了那里。”雨果慌乱地摆着手说道：“我不知道那是这么重要的画，我们现在甚至连画都拿不回来了，该怎么办才好？”雨果惊慌失措地喊道：“菲洛索菲拍卖行的安保，可是帝国最顶尖的。”红裙女人叹了口气说道：“雨果。”她盯着雨果问道：“你难道忘了我是靠什么赚钱的吗？”雨果脸色惨白，难以置信地问道：“姐姐，难道你是想……”红裙女人冷冷地回应道：“没错，科洛尼亚之灵的赝品已经准备好了。”她看着那幅描绘着森林的画作，眼中闪过一丝阴狠。叔叔真是个麻烦的家伙，尤其是还把那个女人推到了最前线。雨果小心翼翼地说道：“姐姐，那个女孩看起来似乎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红裙女人冷冷地说道：“我不在乎那个贱人到底知不知道。”她坐回位子上，双手交叠在胸前，继续说道：“如果叔叔不打算主动现身，那我就只能用武力把她拽下来了。”雨果看着他问道：“要怎么做？”红裙女人露出一丝阴冷的笑意：“干脆让那家当铺彻底消失吧，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那些烦人的麻烦事了，叔叔也就没办法再继续躲下去了。”药店的门被推开，伊丽莎走进店内，说道：“医生，你好。”医生站在柜台后回应道：“欢迎，伊丽莎小姐。”医生将一篮草药递到柜台前，说道：“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你需要的草药。”伊丽莎接过篮子，说道：“谢谢你，医生，一如既往的麻烦你了。”伊丽莎看着医生，继续说道：“当我向其他医生询问祖父的病情时，他们都说不知道原因，所以我当时感到很迷茫。”伊丽莎走在街道上，停在一家挂着十字标识的店铺前。她看着手中的信件，想到：这是最后一家了吗？伊丽莎站在门口迟疑着，如果这里也要求带祖父本人过来，或者说不知道病因的话，我就得去其他地区寻找医生了。伊丽莎推开门，走进店内。医生坐在柜台后，抬头说道：“欢迎，请问有什么能帮？”医生看清来人后，停下了动作。伊丽莎看向医生问道：“我正在寻找一位名叫斯特凡·特伦齐奥的医生。”伊丽莎看着沉默的医生问道：“请问我找错地方了吗？”医生回过神来回应道：“啊，不，我就是斯特凡·特伦齐奥，我只是突然想起了一些刚才忘记的事情。”医生坐回位子问道：“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伊丽莎在桌前坐下说道：“我的祖父病得很重。”伊丽莎看着手中的信件，继续说道：“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但现在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而且毫无征兆地，他有时会突然认不出我。”医生在纸上记录着问道：“这些症状出现多久了？”伊丽莎回应道：“我想大约有6个月了。据我所知，他的头部没有受过任何伤。”医生陷入了沉思，说道：“医生看向伊丽莎问道：“病人没有陪你一起来吗？”伊丽莎低下头回应道：“啊，是的，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伊丽莎看着手中的信件，继续说道：“仅凭我的描述，很难做出诊断，对吧？”医生微笑着回应道：“不，我想我已经大致了解这是什么病了。”伊丽莎惊讶地问道：“真的吗？”医生点头说道：“是的，我以前读过关于类似症状病人的记录。”医生翻开桌上的书籍，继续说道：“如果是毫无征兆的记忆丧失，并伴随着身体虚弱。”医生拿起一本深蓝色的书，说道：“我怀疑这可能是一种叫做门达克斯的罕见疾病。”伊丽莎重复道：“门达克斯？”医生解释道：“据了解，这种病是由于长期接触某种特定毒素引起的。然而，它的潜伏期很长，因此很难确定确切的病因。”伊丽莎急切地问道：“但是有治疗的方法，对吧？”医生回应道：“是的，虽然称之为治愈，可能有些勉强。将血薄荷的根部煮沸并饮用煎剂，应该有助于缓解症状。然而，由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目前还没有发现根本的治愈方法。而且，由于我没有亲眼见到病人，如果我开出这种草药，会有产生副作用的风险。”伊丽莎沉默了片刻。伊丽莎看向医生说道：“尽管如此，还是请开给我吧。”伊丽莎看向医生问道：“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只要停止服用就可以了，对吧？”医生在纸上记录着回应道：“是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没问题的话。”伊丽莎低下头想到：“没关系的，如果我不至少做到这一步，我就永远找不到治愈祖父的方法。”伊丽莎露出笑容说道：“多亏了你，医生，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再次呼吸了。”伊丽莎提着篮子继续说道：“既然他们说祖父的情况正在好转，那草药一定起作用了。”医生点头回应道：“我明白了，那真是太好了。”伊丽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啊，对了，有没有人来问过关于我或我祖父的事？”医生微笑着回应道：“当然没有，而且我记得告诉过任何询问的人。”伊丽莎小姐，你的来访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伊丽莎俏皮地眨了眨眼，说道：“如果可能的话，请帮我提一个听起来有点复杂的病名。”医生笑着回应道：“好的，我会这么做的。”伊丽莎提着装满草药的篮子走向门口。“那么，我现在该走了。”药店的门被推开又关上，医生站在柜台后，看着伊丽莎离开的方向，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他沉默地站在药柜前，神情变得凝重。阳光洒在小镇的街道上，伊丽莎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建筑群中。伊丽莎走在街上，想到：我已经把血薄荷根送去疗养院了，我是不是该再去买些新的防身用品？伊丽莎推开另一家店铺的门，看到柜台后的身影，愉快地打招呼道：“你好，艾玛。”
艾玛放下手中的药瓶，微笑着问道：“你是来买更多魔法道具的吗？”伊丽莎点头回应道：“是的。”伊丽莎看向店内，继续说道：“我需要一些能瞬间制服对手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喷雾。”伊丽莎环顾四周，想到手铐或者鞭子之类的或许也不错。艾玛愣在原地，惊讶地看着伊丽莎。艾玛看着伊丽莎，神情变得有些微妙。她轻咳一声说道：“所以你原来喜欢那种东西吗？”伊丽莎慌忙摆手解释道：“不是那样的，那是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艾玛看着伊丽莎说道：“听起来像是借口。”伊丽莎无奈地回应道：“我说了，真的不是那样的。”伊丽莎走进柜台说道：“哦，我还有件事想问你。”艾玛问道：“问我？”伊丽莎凑近艾玛低声问道：“法师们有工会吗？就像商人工会那样，或者紧急联络我，又或者是魔塔校友会之类的？”艾玛干脆地回应道：“没有，法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团结可言。”伊丽莎有些失望地说道：“那太遗憾了，我本来有个想找的法师。”艾玛疑惑地看向伊丽莎，艾玛露出调侃的笑容说道：“哦，你是想让我帮你找一个一见钟情的男人吗？是这样吗？”伊丽莎大声反驳道：“不是。”伊丽莎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道：“事实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长相，我只知道他的魔法阵。”艾玛拍了下手掌说道：“对于法师来说，魔法阵就是他们的签名。如果你知道那个，就不需要名字或长相了。”艾玛看向伊丽莎问道：“他长什么样？”伊丽莎拿出一张纸递给艾玛说道：“给。”艾玛接过纸，仔细端详着说道：“哦，你画得很好，一只甲虫，一棵橄榄树，烟雾，珊瑚，还有一颗石榴。”艾玛看着图样继续说道：“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组合，所以我应该能找到他。”伊丽莎高兴地回应道：“真的吗？谢谢你。”艾玛看着伊丽莎问道：“但你又不是法师，你是怎么看到他的魔法阵的？”伊丽莎笑着回应道：“我有我的办法。”伊丽莎在心中想到：“我总不能告诉他，这是我在前世的一幅画里看到的。”艾玛疑惑地看着伊丽莎，伊丽莎看向窗外，想到：“只要能找到那个法师，就能帮我夺回利奥内特。”伊丽莎走在长廊上，关于科隆纳森林的消息，现在应该已经传到罗珊娜那里了。既然他还没有找上门来，伊丽莎推开房门，想到她现在一定已经拿到了那幅画的复制品。伊丽莎走进房间，反手关上门，但最终她将别无选择，只能买下原件。伊丽莎走到书架前，伸手去够高处的盒子。更重要的是，为什么罗珊娜要解雇汉娜？迭戈。伊丽莎的手指触碰到河边缘，罗珊娜竟然有门路参与指定禁书，这也是个问题。伊丽莎看向一旁，陷入了沉思。门外传来一阵询问声：“打扰了，请问有人在吗？”伊丽莎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应道：“啊，是的。”伊丽莎脚下一滑，整个人向后仰倒，高处的重物随之坠落。伊丽莎惊叫道：“啊！”来访的年轻女人担忧地问道：“你还好吗？”伊丽莎揉着被撞疼的脑袋，从柜台后慢慢站起身，疼得直吸冷气。伊丽莎看向来人说道：“是的，客人，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汉娜神情显得格外兴奋，她惊喜地问道：“哦，你还记得我吗？”伊丽莎愣住了，疑惑地回应道：“请问？”汉娜凑上前去，热切地提醒道：“你当时在拍卖行帮了我。”伊丽莎看着对方，渐渐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汉娜继续自我介绍道：“我是汉娜，迭戈，请直接叫我汉娜就好。”伊丽莎在心中暗自感叹：她真的是汉娜，迭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伊丽莎露出灿烂的笑容，握住汉娜的手说道：“好的，汉娜，我很期待能和你一起工作。”茶杯中升起袅袅热气，汉娜端起茶杯，轻抿一口后说道：“谢谢你的茶。”伊丽莎看着对方，心中暗自思忖：为什么罗珊娜想把这位女士赶走？她看起来明明这么无害。伊丽莎开口问道：“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汉娜放下茶杯，有些意外地回应道：“哦，你没听说吗？”汉娜兴致勃勃地说道：“是一位非常高大且可怕的绅士告诉我的。”伊丽莎愣住了，心中暗自思忖：啊，原来是他，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汉娜继续解释道：“那个人当时就在现场附近，所以我试着向他道歉，但他却说真正帮忙的人另有其人。他昨天发了一封电报告诉我这家当铺的事，我一听说就立刻请了假赶过来。”伊丽莎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我其实没做什么，不过没想到你竟然为了来这里专门请假。你在哪里工作？”汉娜自豪地说道：“我是一名帝国文献官，在档案馆工作。我因为热爱书籍才开始了这份工作，所以当我在拍卖会上看到那本书时，简直要发疯了。”伊丽莎端起茶杯，若有所思地问道：“那么，我想你也负责管理旧书吧？”汉娜兴奋地回应道：“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会感到更加快乐。那块用于羊皮纸的服饰上的污渍真是太美了，还有那边那个玻璃镇纸，看起来对阅读非常有帮助。”伊丽莎看着对方，心中暗自思忖，他真是个爱书之人。伊丽莎微笑着提议道：“如果你去地下室，我们那里有一些旧书和文件，你想去看看吗？”两人顺着楼梯向下走去，脚步声在静谧的走廊中回荡，两旁是整齐排列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厚重的典籍。汉娜环顾四周，发出由衷的赞叹：“哇！”她快步跟在伊丽莎身后，满脸崇拜地说道：“老板，我想我爱上你了。”伊丽莎轻笑出声：“哈哈！”汉娜突然停下脚步，看着前方惊呼道：“哦，天啊！”汉娜指着书架上的典籍，兴奋地问道：“老板，你能把这本书卖给我吗？”伊丽莎微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虽然它的价格相当昂贵。”汉娜毫不在意地说道：“没关系，多亏了你，我可是省下了850万金币呢。”
伊丽莎取下书籍，轻声说道：“那好吧。”她抱着书，眨了眨眼，补充道：“我会把你喜欢的那个玻璃镇纸作为赠品送给你。”汉娜惊喜地叫出声来：“咦！”两人抱着选好的书籍走回楼梯口，汉娜热切地问道：“老板，你需不需要什么帮手？”他跟在伊丽莎身后，滔滔不绝地推销着自己。我其实非常擅长识别伪造的文件和书籍，而且我也知道该如何修复旧文档。伊丽莎停下动作问道：“你擅长识别伪造品？”汉娜肯定地回答道：“是的。”伊丽莎一边包装书籍一边追问道：“那么在你最近发现的伪造品中，有没有属于罗珊娜子爵夫人的？”汉娜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伊丽莎平静地回应道：“我果然没猜错。”汉娜推了推眼镜，解释道：“她好几次想用假收据私吞预算，我想她的预算就是因为我才被削减了一半。”伊丽莎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她竟然为了这种事就想开除一个人。伊丽莎将包装好的书籍递了过去，给你。汉娜开心地接过包裹，非常感谢你，老板。伊丽莎神情变得严肃，叮嘱道：“如果你碰巧收到那位女士任何可疑的联络，能不能让我知道？毕竟那位子爵夫人。”汉娜连连点头，爽快地答应道：“当然没问题，因为老板，你是值得我信任的人。”她紧紧抱着怀里的书，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汉娜走到门口，回过身，挥手告别：“我会再来的。”伊丽莎站在店里目送她离开。随着大门关上的声响，当铺重新恢复了宁静。伊丽莎独自站在店内，心中暗自思忖：拥有前世的记忆固然是好事，但我还需要更多当下的情报，了解现状，才能更轻松地应对罗珊娜。她看向桌上的铁盒，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几封信件。看来我只能去一趟情报工会了。夜幕降临，整座城市笼罩在深蓝色的夜色中，远处的建筑亮起点灯火。伊丽莎站在一栋宏伟的建筑前，这就是情报工会吗？她看着紧闭的大门，心中暗自思忖：我以前只去过莫罗公国的那一家。她咽了口唾沫，脑海中浮现出过去的记忆。我记得第一次推开那扇门时，那种震撼的感觉。伊丽莎伸出手，握住冰冷的门把手，不知道这里的氛围是否也一样。随着大门缓缓开启，一阵光亮透了出来。伊丽莎愣在原地，惊讶地轻声呢喃：“哎！”伊丽莎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她愣在原地。房间内布置得温馨而明亮，完全不像想象中阴暗的情报工会。你好，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伊丽莎循声转过头，威廉正站在梯子上，手里抓着白色的布料，说道：“你是第一次来吗？抱歉，我正在换春季的窗帘。”一只橘白相间的小猫在伊丽莎的脚边蹭来蹭去，发出惬意的呼噜声。伊丽莎有些迟疑地回应道：“威廉从梯子上跳了下来，转过身看向他。威廉张开双臂，神情愉快地问道：“你想喝点什么？果汁、茶还是牛奶？”伊丽莎有些迟疑地回应道：“我要果汁。”威廉爽朗地笑了起来：“没问题，请先坐一会儿。”威廉将一杯橙黄色的液体放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给橙汁。威廉拉开椅子坐下，看着对方问道：“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迷茫？”伊丽莎坐稳后回答道：“我原以为情报工会应该更吓人一点。”威廉挠了挠头，笑着回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几年前这里确实是个挺可怕的地方。”威廉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沮丧，叹了口气说道：“但那样根本没有客人来。”他很快又恢复了活力，摊开手说道：“所以我干脆把整个地方都重新装修了。”伊丽莎问道：“那你的营业额提高了吗？”威廉整个人僵住了，神情变得有些空虚。他无奈地回应道：“这个嘛，看来装修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伊丽莎若有所思地说道：“也许是因为其他员工比你更可怕。”威廉疑惑地重复道：“其他成员？”伊丽莎补充道：“我是指像阿尔特那样的人。”威廉愣住了，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有些迟疑地问道：“阿尔特？”随后，威廉大笑起来，回应道：“啊，你是说阿尔特呀？他看起来确实有点凶。他每天只穿黑色的衣服，所以人们觉得他很有威慑力，也是理所当然的。”伊丽莎神情变得认真，切入正题说道：“总之，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有2个委托。”威廉问道：“2个？是什么？”伊丽莎解释道：“首先，我想请你介绍一位能担任武器外部顾问的人，因为我的人脉并不广。”威廉确认道：“所以你是在寻找一位武器专家？”威廉陷入了沉思，他拖着下巴回应道：“目前还没有立刻能想到的人选，如果之后我想到了合适的人，会再联系你。”威廉接着问道：“那么另一个委托是什么？”伊丽莎神情变得严肃，轻声说道：“第2个委托是……”交代完事情后，伊丽莎站起身准备离开，她看向威廉说道：“那么这2个委托就拜托你了。”威廉站在桌边目送他离开，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回应道：“没问题。”威廉看着伊丽莎的背影，问道：“顺便问一下，米歇尔先生最近过得怎么样？”伊丽莎停下脚步，她转过身，微笑着回应道：“他当然过得很好。”伊丽莎推开当铺的大门走了进去，她低着头向前走着，突然撞上了一个坚实的胸膛。啊！伊丽莎捂着额头，有些吃痛。阿尔特双臂交叠在胸前：“你今天一定也很忙，忙到走路都不看前面了。”伊丽莎看着眼前的男人问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你早就知道我会来，所以特意在这里等我吗？”阿尔特避开他的视线，说道：“我是这个工会的成员，只是碰巧遇到而已。”伊丽莎微笑着回应道：“是吗？那我就相信你吧。”阿尔特有些意外地问道：“你会相信我？”伊丽莎看着他，心想这家伙果然如传闻中一样，总是让人出乎意料。他收起思绪，既然他出现在这里，看来他确实属于那个情报工会。伊丽莎转身离开，走在寂静的走廊上，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
伊丽莎猛地回头，发现阿尔特正跟在身后。她加快脚步，心中满是疑惑与恼怒。什么？他为什么要跟着我？伊丽莎只顾着回头张望，却没注意到脚下的障碍。哎呀！她发出一声惊呼，整个人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伊丽莎坐在地上，揉着摔疼的地方，抱怨道：“好痛！为什么路中间会有这种东西？”她抬起头，发现自己撞上了一座石像，一只手伸到了伊丽莎面前。阿尔特正站在她身旁。阿尔特向伊丽莎伸出手说道：“我告诉过你了，走路要看路。”伊丽莎搭住他的手站起身，有些不服气地反驳道：“那是因为你一直跟着我，不是吗？”阿尔特转过身说道：“走吧。”伊丽莎愣在原地问道：“哎，去哪？这不是回你当铺的路吗？”阿尔特头也不回地反问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伊丽莎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地问道：“那是因为……”阿尔特平静地回应道：“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阿尔特侧过头看向伊丽莎说道：“我们之间还有些事情没解决，不是吗？”伊丽莎回想起之前在当铺的情景，她曾询问过借用一名客人1小时需要多少费用，那是他们尚未结清的账目。伊丽莎恍然大悟地说道：“对，我们还没解决那件事。”她跟在阿尔特身后继续说道：“我刚才还在想，也许这就是你一直跟着我的原因。”阿尔特走在前面回应道：“你似乎又误会了什么，别担心，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伊丽莎有些疑惑地问道：“哎，可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阿尔特头也不回地说道：“你的脸上写满了想说的话，发生什么事了吗？”伊丽莎有些惊讶地问道：“是在问我吗？”阿尔特简短地回应道：“是的，刚才无意中瞥见你的包里装满了防御魔法道具，所以才问你。”他看向前方，继续说道：“如果一个经营店铺的人出了什么事，作为情报工会的成员，我理应知晓。”伊丽莎移开视线回答道：“什么都没发生，我只是觉得，如果买了这些防御道具，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阿尔特反问道：“难道你不该希望永远都用不上这些东西吗？”两人走在深夜的街道上，伊丽莎回应道：“敌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与其以后后悔没有准备，不如提前做好打算，不是吗？”阿尔特停下脚步，神情严肃地看向伊丽莎，问道：“你确定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伊丽莎思索着说道：“这么一想，确实发生过一件事，就在拍卖行遇到你的那天。”阿尔特沉默地听着，脑海中浮现出那天的情景。米尔顿曾提到听见了哭声。伊丽莎笑着继续说道：“那天顶层的天花板突然漏水了，明明花了大价钱修缮过，结果还是漏了，所以我不得不赶紧买材料去修理，真是折腾死我了。不过现在已经修得很牢固，就算台风来了也没问题。”阿尔特突然停下脚步，伊丽莎疑惑地看向他问道：“先生？”阿尔特神情严肃地问道：“那间当铺对你来说很重要吗？重要到只要出了一点差错，你就会伤心地哭出来？”伊丽莎有些迟疑地回答道：“是的。”阿尔特站在原地，沉默地看着他。伊丽莎看着阿尔特，感觉现在的气氛和往常有些不同，确实感觉不太一样。阿尔特察觉到他的视线，开口问道：“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伊丽莎回应道：“我只是在想你为什么不走了。”阿尔特迈开脚步说道：“啊，走吧。”他走在前面，伊丽莎跟在后方，两人继续在夜色中前行。伊丽莎看着阿尔特的背影，心中升起一丝异样的感觉。两人一前一后走在静谧的街道上，回到了当铺。阿尔特推开门，走进店内，说道：“那么，我们来谈谈条件吧。”他站在柜台后，一边整理着东西，一边继续说道：“我问过威廉了，简单的委托起步价是10万金币。关于拍卖行那件事，加上成功后的佣金，一共收你20万金币，如何？”阿尔特停下动作，神情严肃地看向伊丽莎，说道：“在那之前，我还有话要说。情报工会并不只处理情报。”伊丽莎有些疑惑地问道：“什么？”阿尔特看着他解释道：“委托、调解、人力中介这些业务，我们也同样承接。”阿尔特看着伊丽莎说道：“如果你需要保镖或安保人员，也可以向我们提出请求，即便只是当铺天花板受损这种小事，也可以委托。”伊丽莎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啊，原来是在推销业务吗？”她轻快地回应道：“谢谢你，下次屋顶再漏水的时候，我会联系你的。”阿尔特转过身问道：“还有，你刚才在情报工会想请求什么？”伊丽莎走到柜台旁回答道：“哦，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问他们能不能介绍一位精通武器的人给我，顺便打听一下贵族社交界最近有没有什么传闻。”他背对着阿尔特继续说道：“我假装是为了掌握流行趋势。”伊丽莎看着窗外，为了当铺的生意，我需要了解贵族间的流行趋势，但实际上他是为了监视罗珊娜的一举一动。如果公开调查罗珊娜，消息很可能会传到那个女人的耳朵里。阿尔特突然开口说道：“那个委托我接了。”伊丽莎惊讶地转过头问道：“你要告诉我关于贵族社交界的传闻吗？”阿尔特否定道：“不是那个。”他走近伊丽莎，继续说道：“你刚才说要讨论报酬，我的条件很简单，关于武器方面的咨询，你以后只能来找我。”伊丽莎笑着说道：“难道你是为了找借口来见我吗？”“肯定不是吧。”他看着阿尔特，心想他看起来真的很想看2楼的武器收藏，或者他还是不相信我不做赃物生意。伊丽莎回应道：“虽然是个不错的提议，但我拒绝。”阿尔特有些惊讶地问道：“什么？为什么？”伊丽莎解释道：“就算单次委托费有限，我也得一直支付咨询费，对吧？根据店铺规定，咨询费是必须支付的，长此以往，我的损失会越来越大。”伊丽莎看着阿尔特说道：“你总不会免费为我工作吧？就像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一样。”他心里很清楚，先拒绝一次会让之后的谈判变得更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对方的提议是愚蠢的行为。伊丽莎继续说道：“况且我还不知道你
你的实力如何？阿尔特低声重复道：“我的实力。”伊丽莎露出微笑，建议道：“所以，我们先试着合作几次看看吧。如果结果令人满意，我们再签订正式合同。”阿尔特轻笑一声，哈，他双手抱胸，看着伊丽莎说道：“结果你还是坚持要设定条件啊？”阿尔特思索片刻，点了点头，回应道：“不过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好吧？”伊丽莎看着阿尔特，他答应的比预想中还要爽快。本以为他是那种自尊心极强的人，阿尔特嘴角微微上扬，露出自信的笑容，说道：“我有信心。”他注视着伊丽莎，语气坚定的继续说道：“你会满意的。”阿尔特补充道：“我是指我的技术。”伊丽莎笑着回应道：“我知道了。”他准备离开，如果有需要，我会再联系你的。那么我先走了。阿尔特叫住了他，等等。他看着伊丽莎问道：“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伊丽莎停下脚步，歪着头看向他。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阿尔特反问：“我为什么会知道？我们从未互相介绍过。”伊丽莎俏皮的眨了眨眼：“你是情报工会的成员，难道是想听我亲口说出来吗？”阿尔特沉默地盯着他，神情变得有些冷峻。伊丽莎看着他的反应，在心中暗自感叹：哇，看看那个表情，看来调侃也要适可而止才行。伊丽莎笑着说道：“伊丽莎，我是伊丽莎。”阿尔特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他转身准备离开。伊丽莎追问道：“你不打算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当然知道名片上写了什么。”阿尔特没有停下脚步，径直向外走去。伊丽莎突然喊道：“等等！”阿尔特停住脚步。伊丽莎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那件白衬衫很适合你。”他挥手向他告别。阿尔特站在窗前，他穿着那件白衬衫，颈侧的纹身在光线下清晰可见。而接替皇帝位置的人是普雷斯利夫帝国的皇帝，目前并不在宫中。由于皇后去世带来的巨大打击，皇帝决定前往圣地朝圣，以此治愈他受伤的心灵。灵柩前，人们在哀悼，马车队缓缓驶离皇宫。宫殿大门两侧，侍从与女仆们肃穆伫立。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金色的光芒倾泻而入。红发男人身披华丽的摄政王礼服，在随从的簇拥下步入大殿。他是普雷斯利夫帝国的摄政王克罗德尔侯爵。两侧的仆从齐声低头行礼，向摄政王殿下致意。克罗德尔侯爵踩着红地毯走过长廊，神情从容而威严。他穿过跪拜的人群，径直走向大殿深处。一名年长的官员迎上前去，向克罗德尔侯爵微微躬身行礼。官员向克罗德尔侯爵行礼说道：“感谢您，摄政王殿下。实际上有一件事需要您在今天内审阅。”克罗德尔侯爵停下脚步说道：“今天我久违的和老朋友们一起喝了下午茶。”官员露出疑惑的神情问道：“请问您说什么？”克罗德尔侯爵继续说道：“其中一位子爵夫人分享了一个相当令人困扰的故事。她说，有些没有资格的人一直在伪造许可证，并销售未经核实的商品。”克罗德尔侯爵嘴角微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听完这些，我思考了一番，意识到许可证的格式已经几百年没有修改过了。官员看向克罗德尔侯爵问道：“您是打算下令执行新的许可证格式吗？”克罗德尔侯爵回应道：“是的，但要增加一个额外条件，许可证只能发放给有担保人的人。这样一来，即便那些经营非法店铺的人逃跑了，也总会有人被留下来，供我们抓回来绞死。”官员听着克罗德尔侯爵的话，神情变得有些僵硬。克罗德尔侯爵继续说道：“担保人必须是血亲，或者是身份本身就能作为证明的贵族，让帝国圣骑士团负责检查工作。反正那些家伙现在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不是吗？”官员低下头回应道：“是的。”克罗德尔侯爵看向远方，若有所思地说道：“至于起始点，没错，那个地方正合适。首都那些肮脏、阴暗且危险的灰色街道，在一家光线柔和的店铺内。”棕发女人惊讶地问道：“那枚邮票真的卖了80万金币吗？”伊丽莎微笑着回应道：“当然卖掉了，那可是为了纪念皇帝陛下生日而发行的邮票，全球仅限量发行1000枚。”伊丽莎继续说道：“你是不知道，那位收藏家买下它时眼睛都在发光。”棕发女人欣喜地说道：“那东西原本只是在仓库里吃灰而已，把它拿来寄售，真是个明智的决定。”伊丽莎看着他说道：“下次把其他的邮票也带过来吧，说不定其中还藏着别的宝贝。”棕发女人合起双手回应道：“我一定会带过来的。”棕发女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伊丽莎看着她的背影，在心中暗自盘算，既然卖出了价值80万金币的东西，光是我的提成就有整整8万金币。伊丽莎坐在桌前，握着羽毛笔在账本上记录，当铺的收益已经超过了3000万金币。她放下笔，合上账本，现在剩下的就是让这笔钱继续增长，也许是时候开始投资了。伊丽莎走到门口，将门上的告示牌翻转到停止营业的一面。她拿起扫帚清理店门口。一名紫发女人从门缝探出头问道：“老板，今天这么早就关门了吗？”伊丽莎停下手中的动作，回应道：“是的，只限今天。”伊丽莎笑着解释道：“今天有灰色街道商人的总会，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庆典做准备。”紫发女人兴奋地回应道：“原来是今天呀！灰色街道的庆典，我好期待。”伊丽莎点头说道：“我也是。”紫发女人挥手告别：“那我明天再来。”伊丽莎关上店门，独自站在门后思索：庆典啊，当铺在庆典期间其实没什么生意可做。她握着扫帚继续打扫。既然如此，我只需要做一件事。伊丽莎眼中闪烁着光芒，那就是向参加庆典的人们免费宣传当铺。她干劲十足地挥动着扫帚。我已经想好了办法，如果进展顺利，客流量一定会大幅增加。打扫完后，伊丽莎靠在扫帚上松了口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打字机发出清脆的响声，吐出一张白纸。伊丽莎看着白纸，在心中暗道：既然能看到内容，那一定是威廉发来的。她拿起一瓶喷雾，如果把这个喷在纸上，伊丽莎将液体均匀地洒向白纸，纸面上逐渐浮现出字迹。伊丽莎看着显现的内容说道：完成了。他仔细阅读着纸上的信息，纸上赫然写着：皇宫正在向商人发放新格式的许可证，如果不遵守新规定，店铺将被强制关闭。问题在于指导期非常短，而且有传言说灰色街道将是第一个强制执行的地方。伊丽莎看着手中的情报，这种感觉和汉娜那时候发生的事一模一样，表面上维持着合法的伪装，暗地里却在策划阴谋，而且这种事只有高层参与才可能实现。伊丽莎神情凝重，难道罗珊娜的目标是我的当铺？她又在耍什么花招？伊丽莎坐在打字机前，手指飞快地敲击按键。她在给威廉的回信中写道：威廉，如果你查到是谁在推动这次法律修订，请也悄悄告诉我。接着是给汉内的消息。伊丽莎继续敲击着打字机。我听说商人许可证的格式正在修订，如果你知道具体的格式，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伊丽莎叹了口气说道：在大家正忙碌的时候搞出这种事。伊丽莎闭上眼睛，罗珊娜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在伊丽莎的记忆中，罗珊娜看着倒在地上的祖父大笑，哈哈，叔叔，结果最后还是变成了这样。伊丽莎按住额头，罗珊娜看着倒下的祖父时就是这么说的，难道她对祖父抱有自卑感吗？伊丽莎陷入沉思。人们都说，在祖父离开家族后，莱昂内特家族就开始动摇了。伊丽莎感到懊悔，我竟然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放任那样的女人胡作非为，在祖父身边整整待了3年。清脆的铃铛声响起，有人推开了店门。伊丽莎惊讶地转过身，看向门口，金发男人站在门前问道：已经停止营业了吗？他穿着一身整洁的白色制服，肩头披着蓝色的披风。金发男人继续说道：我想在店里四处看看。伊丽莎回应道：啊，是的，请自便。伊丽莎看着男人的背影，我本来打算马上关门的，不过看样子他不会待太久。金发男人行礼说道：那么失礼了。伊丽莎看着他，而且就这样把客人赶走总觉得不太好。他看起来真的像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这样的人竟然会作为顾客来到当铺。伊丽莎观察着男人的装束，他的衣服看起来像骑士制服，难道是那个？伊丽莎想起爷爷说过的话，有时候骑士会为了请求调查协作而找上门来。伊丽莎心想，我应该提前准备一些名片。金发男人走到柜台前，伊丽莎看着他。金发男人问道：你是这里的伊丽莎吗？伊丽莎回应道：是的，是我。金发男人沉默片刻，说道：原来如此。伊丽莎有些困惑地看着他。金发男人接着问道：是谁允许你在这里做生意的？伊丽莎看着眼前的男人，这家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骑士，而是个流氓？伊丽莎的手伸向柜台下方，终于有机会测试我的新魔法道具了。伊丽莎笑着回应道：许可，这栋建筑是我名下的财产。金发男人追问道：你不是在这家店里交易遗物吗？你有没有向世界树神殿申报过遗物交易？伊丽莎心想，原则上任何遗物的处理都必须向世界树神殿申报。虽然这项法律已经颁布了500年，但现在这已经成了一项无人执行的法律。神殿持有的许多遗物都已失踪，而新出现的遗物数量远超空缺，神殿根本无法管理其中的每一件。伊丽莎看着金发男人，金发男人问道：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申报过？伊丽莎立刻反驳道：不，我可没这么说。伊丽莎拿出一本厚重的账簿，拍在桌上。自从这家当铺开业以来，我收集了帝国历912年2月7日之后的所有文件，包括向神殿申报遗物交易的记录。金发男人翻阅着账簿，伊丽莎在一旁观察着他，但他究竟是怎么知道店里有遗物的？目前店里唯一的遗物只有那个被寄存在这里的吊坠。伊丽莎心想，难道这个人是叔叔的追随者之一，也是为了那个吊坠而来的吗？金发男人合上账簿说道：我已经确认过了。伊丽莎看向他问道：那么你愿意为你刚才草率的怀疑向我道歉吗？金发男人回应道：不，我还有其他的道歉要留到以后再说，所以现在先推迟吧。金发男人转过身命令道：把门打开。伊丽莎愣在原地问道：你说什么？金发男人继续说道：把通往2楼的门也打开，如果我数到3你还不开门，我就要强行进入了。伊丽莎看着他，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骑士，他不应该做出这种事。金发男人径直走向楼梯，伊丽莎心头一紧，那是放着吊坠的地方。伊丽莎按下了柜台下的机关，只要击中目标，绳索就会弹射出来，然后把对手捆住，对吧？伊丽莎看着滚落到柜台上的蓝色圆球，他们甚至没有表明身份。如果事后装作不知情，伊丽莎愣住了。球体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动。金发男人看着他说道：我刚才看得很清楚，你试图隐藏那个东西。伊丽莎见他继续走向楼梯，急忙追上去喊道：等一下！伊丽莎张开双臂挡在楼梯口，如果你鲁莽地破坏2楼的门，那就算做破坏财产。金发男人停下脚步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亲自把门打开？伊丽莎犹豫着回应道：我也想打开，但是……伊丽莎吐了吐舌头说道：我把2楼的钥匙弄丢了。金发男人面无表情地回应道：既然如此，你更应该让开了，我会替你打开它的。伊丽莎叹了口气，看着他腰间的佩剑问道：你是来回收遗物的吗？金发男人反问答：这会改变什么吗？伊丽莎盯着他背影追问道：你是怎么知道他在这里的？伊丽莎看向他披风上的金色饰品说道：啊，你是通过这个发现的，对吧？
金发男人冷淡地回应道：“我没有义务告知你。”伊丽莎露出微笑，心想事情正按计划进行。金发男人问道：“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会打开那扇门？”伊丽莎回应道：“当然，如果我反抗，吃亏的只会是我自己。”伊丽莎摊开手，继续说道：“那么请出示搜查令吧。啊，还有证据也请一并带过来，至少你应该带一份声明或报告书吧。”金发男人沉默地看着他。金发男人开口道：“我所拥有的权利优先于个人财产权利。”伊丽莎毫不退让地回应道：“好吧，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吧。”伊丽莎盯着金发男人说道：“带搜查令来，在我惊动邻居们之前。”金发男人没有理会，迈步向前走去。伊丽莎急忙伸手抓住他的手臂，喊道：“等等，你要去啊！”金发男人突然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僵在原地。伊丽莎看着他，这是什么？某种人身威胁吗？金发男人捂住额头，显得十分痛苦。伊丽莎有些不知所措，我只是推了他的手臂，他为什么要捂着头？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是一种隐蔽到让我无法察觉的手段，金发男人死死盯着伊丽莎问道：“你到底在用什么样的魔法道具？”金发男人盯着伊丽莎说道：“你越是试图掩盖，我的怀疑就越深。”伊丽莎难以置信地回应道：“你说什么？”他气得抱住头大喊：“不仅用自残来威胁我，现在还要把责任推到我头上吗？你那是什么表情？不知情的人看了还以为我做了什么坏事。明明是你一直在威胁我，现在居然还在胡言乱语。”伊丽莎猛地转过头，阿尔特正双臂交叠靠在门边，冷冷地注视着屋内。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你们在做什么？”金发男人依然捂着额头，脸色阴沉地看向门口。阿尔特面无表情地看着金发男人说道：“如果你在这里的事情办完了，就赶快离开。在这位女士把所有人都招来之前。”金发男人放下捂着额头的手，冷冷地回应道：“好，我晚点再回来。”他转头看向伊丽莎，语气中带着警告：“但你的生意并不完全自由，即使你试图隐藏它，我也一定会追踪到底并把它找出来。”金发男人迈步走向门口，与阿尔特擦肩而过，径直离开了店铺。伊丽莎整个人瘫坐在地上，长舒了一口气。阿尔特走向瘫坐在地上的伊丽莎，问道：“你还好吗？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吗？”伊丽莎低着头回应道：“不是那样的，我想我只是太紧张了。”阿尔特停下脚步，向他伸出了手。伊丽莎猛地站起身，阿尔特有些迟疑地收回了手，整理了一下衣领。伊丽莎疑惑地问道：“哎，你刚才是在向我伸手吗？”阿尔特双臂交叠，转过脸说道：“又在胡言乱语了。”他语气生硬地补充道：“刚才什么都没发生，所以别产生什么误会。”伊丽莎看向阿尔特问道：“对了，你认识刚才那个人吗？感觉你们两个好像互相认出了对方。”阿尔特微微点头，回应道：“认识一点。”伊丽莎继续追问道：“那个人真的是骑士吗？他该不会是假扮的吧？”阿尔特肯定地回答道：“他确实是一名骑士。”伊丽莎露出困惑的神情，问道：“骑士平时说话都像那种斯文败类吗？”阿尔特愣了一下，反问道：“斯文？什么？”伊丽莎肯定地重复道：“败类，就是败类。”阿尔特看向伊丽莎说道：“并不是所有骑士都像他那样。”伊丽莎轻声回应道：“啊，谢谢你。”阿尔特有些不解地问道：“那种事也值得道谢吗？”伊丽莎掩嘴轻笑：“不，我只是很感激你帮了我。站在客人的角度，如果有人试图偷看连他们都没见过的2楼，他们大概会觉得很困扰吧。”阿尔特停下脚步，陷入了沉思。伊丽莎转过头问道：“哦，对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阿尔特沉默着没有回答，他在心中暗自思忖，那个骑士到底在找什么？伊丽莎继续说道：“那个，我是被告知要从2楼打开它。”阿尔特看向伊丽莎说道：“他在寻找一件圣物。”伊丽莎惊讶地回应道：“你刚才一直在那里偷听吗？”“真是的，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阿尔特神情严肃地问道：“你知道他具体在找哪一件圣物吗？”伊丽莎反问道：“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伊丽莎在心中暗自思忖，丽奈的叔叔说他会找到那个吊坠，难道他也向情报工会打听了吗？阿尔特也在找他吗？如果是这样，我也不能把情报提供给阿尔特。阿尔特回应道：“不，我没听见。”伊丽莎低下头说道：“起初他看起来像个闪闪发光的王子，所以我还抱有很大的期待，但他表现得很吓人。”阿尔特疑惑地重复道：“王子？”伊丽莎抬起头，肯定地说道：“是的，就像童话故事里骑着白马的王子一样。”伊丽莎看着阿尔特，在心中默默松了一口气。好吧，装傻这一招暂时奏效了，虽然感觉我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伊丽莎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说道：“对了，我忘了商人们的总会了。”伊丽莎急匆匆地跑向桌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关于庆典，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他们不会因为我迟到就不听了吧？”她拿起桌上的文件，突然愣住了。哎，伊丽莎一边翻看文件，一边自言自语：“说起来，那个骑士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来意，对吧？”阿尔特站在一旁，沉默不语。伊丽莎转过头看向阿尔特：“嘿，先生，抱歉，我们能晚点再谈吗？我现在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处理。”阿尔特看着他，依然没有说话。伊丽莎顾不上许多，推开门跑了出去，身后只留下门轴转动的声响和远去的脚步声。伊丽莎看着手中的信件，那是汉娜寄来的信，与之前的草案相比，只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若要获得许可，需要一名血亲作为担保人，或者需要一位身份本身就足以作为证明的贵族。伊丽莎猛地站起身，拿着信件跑向门口。在另一处华丽的房间内，阿尔特坐在桌前，看着面前的文件。阿尔特低声说道：“真奇怪。”阿尔特看着手中破碎的魔法道具，断断续续的报告声从中传出：交易圣物，报告，强制执行。
阿尔特陷入了沉思，为什么名片魔法聚会突然坏掉？他本该在接触时传输声音，但有什么理由要那样去触碰名片吗？阿尔特转过头，想起了那个男人，艾伦，帝国圣骑士团团长。阿尔特回想起艾伦那张冷峻的面孔，他虽然没有认出我，但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阿尔特陷入沉思，为什么像他那样的人物会专门去那家当铺寻找圣物？难道是为了卢格诺特？阿尔特眼神变得深邃，即便对帝国来说，卢格诺特确实极具诱惑力，但是帝国不可能知道卢格诺特失窃的消息。阿尔特脑海中浮现出埃弗的身影，如果埃弗将卢格诺特走私到了帝国，圣骑士团团长艾伦就没有理由亲自去寻找他。阿尔特沉默着，目光转向一旁。阿尔特按住额头，陷入了深深的疑虑：我是不是太执着于卢格诺特了？寻找圣物或许只是个借口，艾伦可能另有目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是，当我触碰那个男人时，艾伦为什么会表现得那么痛苦？阿尔特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艾伦紧紧抓着头，神情显得异常挣扎。阿尔特继续思索，如果那是我甚至无法察觉的魔法道具，那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以圣骑士团团长的实力，不可能轻易受到普通魔法道具的影响。阿尔特放下手，眼神变得坚定。首先，我应该去调查一下这位圣骑士团团长。他站起身，走向窗边，披风随着动作轻轻摆动。在一间堆满档案柜的会议室内，商人们正围坐在长桌旁，低声讨论。突然，大门被猛地推开，发出一声巨响。海伦娜被这动静吓了一跳，转头看向门口。海伦娜微笑着说道：“欢迎伊丽莎成员。”伊丽莎扶着门框，大口喘着粗气，手中紧紧攥着那份文件。海伦娜关切地问道：“为什么喘得这么厉害？你是跑过来的吗？”伊丽莎一边平复呼吸，一边回应道：“我也，很高兴见到您。”伊丽莎快步走到桌边，将手中的文件递了过去，说道：“海伦娜女士，请先看看这个。”海伦娜接过文件，仔细阅读着上面的内容，神情变得愈发凝重。海伦娜低声问道：“你确定这是真的吗？这份情报来源可靠吗？”伊丽莎用力点头回应道：“当然。”海伦娜放下文件，转过身看向会议室内的众人，大声宣布道：“各位请注意，今天关于庆典的议程暂时推迟。”会场内顿时响起一片疑惑的声音：“哎，为什么这么突然？”海伦娜神情严肃地解释道：“因为出现了一件更加紧急的事情，商户许可证的格式将进行重新修订。虽然可能已经有人通过威廉得知了这件事，但修订的内容非常严重。为了获得许可证，申请人必须拥有一名血亲，或者由一位身份足以作为证明的贵族担任担保人。”会场内瞬间炸开了锅，商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名商人愤怒地喊道：“他们就这样随随便便宣布这种事吗？”另一名商人带着哭腔说道：“这意味着，如果你没有家人或者不认识贵族，就只能关门大吉了。”伊丽莎站在人群中，听着周围嘈杂的抱怨声，在心中暗自思忖：这很明显，罗珊娜是唯一会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她一定是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爷爷逼出来。伊丽莎攥紧拳头，在心中暗自咒骂：真是个恶毒的女人，为了逼爷爷现身，竟然拿整条街的人当人质。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振作点，即便这是为了保护爷爷，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街道的建筑上。伊丽莎回到店铺，双手撑在柜台上，陷入沉思。罗珊娜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我把爷爷带到他面前，要么我跪下来向他求饶。伊丽莎叹了口气，最近为什么总是麻烦不断？她抱住脑袋，神情愈发焦虑。例内的吊坠也让人担心，如果那个斯文败类再找上门来，我该怎么把他赶走？如果我能再找到一件圣物，或许就能把吊坠藏起来。难道我真的要去神殿遗址挖掘吗？还是说那个圣物小偷？一阵脚步声传来，打断了伊丽莎的思绪。你好。伊丽莎猛地转过头，看向门口，克雷森斯站在门口。我来履行再次拜访的约定了，继续说道：“你还记得我吧？”伊丽莎惊叫出声。克雷森斯看着伊丽莎的反应，说道：“那是怎么回事？真过分！”伊丽莎指着他大喊：“你这个小偷，怎么敢闯进这里来？”伊丽莎将一颗蓝色圆球掷向地面，圆球在触地的瞬间炸裂开来。伊丽莎心想：没错，那是个次品。伴随着一声巨响，一张巨大的网从圆球中喷涌而出，精准地罩住了闯入的克雷森斯。克雷森斯被网缠绕着跌坐在地，他无奈地说道：“真是热烈的欢迎啊！”伊丽莎看着被困住的克雷森斯，心中充满了疑惑：那个东西难道没坏吗？伊丽莎俯身检查着网绳，这东西不会松掉吧？克雷森斯隔着网看向他说道：“他不会松开的，而且我也不打算在你面前解开它。”他接着问道：“那么把我绑起来之后，你打算做什么？”伊丽莎双手抱在胸前：“你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克雷森斯坐在网中解释道：“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确实不太愉快，所以我来是为了消除误会，并向你道歉。”伊丽莎反问道：“误会？”克雷森斯认真的说道：“我真的不是小偷，我也把证据带在那边的包里了。”伊丽莎拎起地上的灰色包袋：“证据吗？”克雷森斯坐在网中嘟囔着：“等你把我解开之后再谈吧，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你。”伊丽莎蹲在地上翻找包里的东西。克雷森斯转过头问道：“你对什么感到好奇？”伊丽莎没有抬头。克雷森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比如你是如何那么快就鉴定出圣物的？别担心，我不是工业间谍之类的人。如果非要给这种行为起个名字，那就是学术上的好奇心。”伊丽莎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雪花球。啊，我明白了。她拿着雪花球站起身，语气变得阴沉。那么我想，你留着这个东西，也是出于学术上的好奇心吧？伊丽莎愤怒地大吼道：“你到底是从哪儿
偷来这个圣物雪花球的。克雷森斯隔着网大声辩解：“我没有偷它，你觉得我有那么疯吗？会把偷来的东西拿给你看？”伊丽莎盯着他问道：“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克雷森斯理所当然地回答：“当然是因为我的工作与圣物有关。”伊丽莎追问道：“与圣物有关的工作？你在神殿工作吗？”克雷森斯迟疑了一下：“那个，我不能透露细节，但确实是类似的工作。”伊丽莎愤怒地指责道：“我就知道你又偷了另一个圣物，现在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撒谎！”伊丽莎拿着雪花球转身就走，克雷森斯慌张地喊道：“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把它拿走？”伊丽莎神情庄重且坚定地说道：“我要把你偷来的东西送回他该去的地方。”被困在网中的克雷森斯惊讶地问道：“你要把他送到神殿去？你不是要把他据为己有吗？”伊丽莎贝对着他回应道：“没错，所以在我回来之前，你别想靠这个赚到一分钱。”他迈步走向门口：“在我回来之前，你就待在这里，准备好接受惩罚，直到你痛哭流涕为止。”房门被重重地关上，发出清脆的锁门声。克雷森斯愣在网中，发出一声疑惑的感叹。他看着紧闭的房门，自言自语道：“不管怎么说，他要把东西送回神殿，倒是让人松了一口气。”但是克雷森斯被困在网中，陷入沉思。他一眼就认出了另一个圣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个雪花球的鉴定结果一直很模糊，直到最近才被确定为圣物。但如果他能立刻认出它，克雷森斯露出微笑，这已经不再是巧合了。他看着自己缠绕绷带的手，无奈地叹了口气：“真不敢相信我又被当成小偷了。神殿正在进行圣物回收行动，这是个秘密，所以也难怪会被误会。”克雷森斯抬起手，指尖绽放出金色的光芒，轻而易举地穿透了束缚他的网。而我是个枢机主教，这更是个不能说的秘密。束缚克雷森斯的网绳在金光中寸寸断裂，散落了一地。克雷森斯站起身走向门口，虽然他让我待在这里，但是他推开房门，恐怕我得先回神殿一趟了。宏伟的神殿矗立在夜色中，尖塔直插云霄。艾伦正走在神殿的长廊上，脚步声在空旷的大厅内回荡。他停在一扇巨大的拱门前，艾伦站在华丽的门前敲了敲：“殿下，您在里面吗？”屋内传来回应：“进来。”艾伦推门而入，走进宽敞的书房。卡塔丽娜坐在桌边问道：“有什么事吗？”艾伦环顾四周，神情有些迟疑。“这是……”卡塔丽娜平静地解释道：“我叔叔刚才来过。”艾伦看向他，卡塔丽娜继续说道：“他说他在找那个吊坠。”克罗德尔侯爵挡住去路：“你把它藏在哪儿了？”他逼近一步，语气愈发严厉：“我妹妹的吊坠。”卡塔丽娜披着黑色斗篷，在对方的威压下僵住。克罗德尔侯爵俯视着他：“那不是你妹妹的吊坠？”卡塔丽娜攥紧斗篷下的手。克罗德尔侯爵发出一声疑惑的质问：“什么？”卡塔丽娜抬起头，直视着对方，大声反驳：“那是我母亲的吊坠。”克罗德尔侯爵咬紧牙关，眼中满是怒火：“你竟敢如此傲慢！”克罗德尔侯爵转过身，对着身后的女仆们下令：“反正你也藏不到什么特别的地方，把房间从头到尾搜一遍，一定要把祖母绿吊坠找出来。”女仆们立刻在房间里翻找起来，她们掀开床单，翻动柜子，杂乱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屋子。卡塔丽娜站在一旁，看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原本整洁的客厅变得一片狼藉，桌椅被推倒，杂物散落一地。卡塔丽娜孤零零地站在地毯中央，克罗德尔侯爵站在她对面，他再次愤怒地质问道：“你到底把它藏到哪儿去了？”卡塔丽娜神情冷淡地回应道：“在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克罗德尔侯爵愤怒地咆哮着：“我会搜遍整座宫殿，不，我会搜遍整个帝国来找到它。别以为你能永远把它藏起来。”画面回到了书房，卡塔丽娜看向面前的艾伦问道：“我听说你今天去灰烬街了？”艾伦微微躬身回答道：“是的，根据摄政王殿下的命令，我对灰烬街进行了搜查。”他继续回忆道：“那里有一家看起来很破旧的当铺。”艾伦站在桌边看着卡塔丽娜说道：“但那里的店主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女人。”卡塔丽娜问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艾伦回应道：“看起来摄政王殿下命令我寻找的东西就在那里。”卡塔丽娜神色变得慌张：“艾伦爵士，别告诉我，你不会真的要这么做吧？”他猛地站起身，质问道：“你难道打算听从我叔叔的命令吗？”卡塔丽娜盯着他继续说道：“你是圣骑士团的团长，是发誓效忠皇室的人。”艾伦伸手握住卡塔丽娜的手：“正如您所说，我曾发誓要奉献我的一切。”他看着卡塔丽娜说道：“为了这个帝国。”卡塔丽娜看着眼前的男人，既然现在是叔叔在统治帝国，难道他打算听从叔叔的话吗？艾伦单膝跪地：“我曾立下誓言，直到生命终结，我都会守护普雷斯利夫。然而，要守护殿下想要守护的地方，却非常困难。”卡塔丽娜看着他，艾伦站起身说道：“请休息吧，殿下。”他转身离开，留下卡塔丽娜独自站在空旷的大厅中。卡塔丽娜站在圆桌旁，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房门被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卡塔丽娜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眼中满是忧虑。她按住胸口，低声自语道：“我必须保护她。”她拿起一旁的黑色斗篷披在肩上。卡塔丽娜拉起兜帽，遮住了那一头亮红色的长发，眼神变得坚定。她快步走出房间，斗篷在身后扬起。卡塔丽娜，普雷斯利夫，帝国的皇女，消失在夜色之中。伊丽莎看着眼前的神殿，上次来的时候是深夜，大门紧闭，所以没能仔细观察。伊丽莎走在神殿中，白天的神殿看起来非常宏伟。伊丽莎回想起之前的事，当我回到当铺时，那个小偷已经消失了，他到底是怎么逃掉的？
一名祭司站在人群前说道：“这是今天首次公开的圣物。”伊丽莎停下脚步，看向前方。祭司继续向信徒们介绍，据说这个主题是鸟类领主世界树所珍视的。一名信徒看着祭司手中的圣物，赞叹道：“祭司大人，这真是太美了。”伊丽莎看着祭司手中的东西，那是圣物吗？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圣物。伊丽莎捂住嘴，难道你被骗了吗？伊丽莎走向祭司，打招呼道：“你好，祭司大人。”祭司停下脚步，看向他。伊丽莎指着祭司手中的东西，问道：“我在旁边听到了，这个鸟形的手工艺品真的是圣物吗？”祭司微笑着回应道：“当然了，姐妹。”伊丽莎好奇地追问：“那要怎么区分什么是圣物，什么不是呢？”祭司耐心地解释道：“哈哈，原来你对这个感兴趣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制度上的细节，但是……”祭司看向伊丽莎说道：“我听说偶尔会有一些大逆不道的人伪造圣物。”伊丽莎惊讶地问道：“真的吗？是怎么做到的？”祭司继续解释道：“与世界树大人直接赐福的圣物不同，他们会使用浓缩圣水来注入神圣力量。当然，那也可以被称为神性，但必须与真正的圣物区分开来。”伊丽莎看着祭司手中的鸟形工艺品，难怪我看不见那种独特的颜色，原来是使用了圣水。祭司补充道：“除了说我们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鉴定来区分两者之外，很难再做更详细的解释了。”伊丽莎微微躬身致谢：“啊，谢谢你。”祭司微笑着回应道：“愿祝福与你同在，姐妹。”伊丽莎看着祭司离去的背影，难道他们是通过可见光以外的方式来验证的吗？伊丽莎陷入沉思，就算我告诉他们那个经过验证的圣物是假的，他们会承认吗？毕竟都已经展示出来了，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假货堂而皇之的摆在那里。伊丽莎睁开眼，眼神变得坚定，先完成我来这里的目的，然后再告诉他们。伊丽莎走向一名祭司，打招呼道：“你好。”祭司转过身看向他，回应道：“欢迎，姐妹。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伊丽莎看着祭司问道：“我想了解一下租借圣物的流程。”祭司露出思索的神色，打量着伊丽莎：“难道你是其他教区主教派来的使者吗？”伊丽莎摇了摇头，回答道：“不是。”祭司继续猜测道：“那么你是某位受封圣徒的后代吗？”伊丽莎陷入沉思。爷爷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世界树，如果他们要封爷爷那样的人为圣徒，那不是出大问题了吗？祭司微笑着回应道：“既然如此，租借圣物是不可能的。”伊丽莎急忙说道：“啊，我听说还有另外一个资格要求。”伊丽莎在包里翻找着，祭司疑惑地看着她。伊丽莎拿出一个水晶球，展示给祭司看，并说道：“如果为世界树神殿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呢？”祭司看着水晶球愣住了。伊丽莎继续问道：“归还被盗的圣物难道还不够吗？”祭司仔细观察着水晶球，说道：“这确实是神殿曾经拥有的圣物，但是……”祭司神情严肃地看向伊丽莎，问道：“姐妹，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祭司看着水晶球，这确实是昨天失踪的东西。祭司猛地抬头大喊：“卫兵！”2名守卫立刻冲了过来。祭司指着伊丽莎命令道：“别让这个人逃跑了。”伊丽莎愣在原地：“请问你在说什么？”伊丽莎感到一阵慌乱，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认为是我偷了东西，然后又厚颜无耻地跑回来归还吗？2名守卫上前抓住了伊丽莎的肩膀，伊丽莎被强行带走。如果我能把真正的窃贼带过来，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但是伊丽莎看向祭司，看他那副根本不打算听人解释的样子，就算我现在告诉他圣物是假的，他恐怕也不会相信。一名穿着华丽白袍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伊丽莎看着来人，那是谁？祭司看向来人，更重要的是，你的视力恢复了吗？祭司和守卫立刻躬身行礼。伊丽莎看着眼前的白袍人，说道：“你好。”白袍人没有开口，而是低头在纸上书写。伊丽莎看着他递过来的纸条，上面写着：“很高兴见到你，姐妹，能以这种方式见面真是太好了。”伊丽莎心生疑惑，他是在守末世院吗？白袍人继续在纸上写道：“我代表他刚才的无礼向你道歉。你说你是来归还圣物的吗？”伊丽莎点头回应道：“是的，就是这个水晶球。”伊丽莎解释道：“虽然是一个小偷拿着它，但我认为最好还是把它还回来，所以就带过来了。”白袍人听后发出了轻笑声。伊丽莎有些困惑，他有着相当独特的幽默感。白袍人继续在纸上写道：“你是怎么知道这是圣物的？是那个小偷亲口告诉你的吗？”伊丽莎回应道：“不，我在当铺工作，所以多少懂得一点鉴定。”白袍人停下笔，再次写道：“你是如何准确鉴定出这件圣物的？”伊丽莎陷入沉思，难道我要说是因为看到了光的颜色吗？但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虽然我觉得自己感应得更清晰一些。伊丽莎谨慎地回答道：“鉴定的时候必须时刻保持谨慎。”伊丽莎想起爷爷教导自己的场景，爷爷曾拿着宝石说道：“但有时候你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伊丽莎微笑着对白袍人说道：“我爷爷教了我很多。”白袍人在纸上写道：“原来如此，你说你想租借一件圣物，既然你归还了一件圣物，我会高度评价这份功劳，并允许你在一定期限内租借一件。”伊丽莎惊喜地回应道：“真的吗？谢谢你。”伊丽莎凑近白袍人，低声说道：“哦，对了，展览厅里那件鸟形圣物，我认为你应该让人重新鉴定一下。在我看来，那件东西真的不像是圣物。”白袍人听后，嘴角微微上扬。白袍人在纸上写道：“我会这么做的，谢谢你的建议。”伊丽莎看着他，他是一位开明的祭司，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祭司走上前向伊丽莎道歉：“抱歉，姐妹，我刚才没有仔细调查，就对你无礼了。”伊丽莎回应道：“没关系，这种事总会发生的。”祭司指着一旁说道：“我们会协助你办理圣物租赁手续，请往这边走。”
伊丽莎正要离开，白袍人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白袍人在纸上写道：“姐妹，我很快会派人去你的工作地点，我可能有一件事需要你的私人协助，欢迎我吧。不过这次请简单一点。”伊丽莎有些困惑，简单？她的意思是因为她是祭司，所以让我不要表现得太拘礼吗？伊丽莎露出灿烂的笑容，回应道：“好的，请随时过来。”伊丽莎心想，如果能和神殿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后买圣水会不会便宜一点？伊丽莎挥手告别，那我先走了。白袍人站在原地，抬起手向他示意。伊丽莎离开后，白袍人看向身边的祭司，命令道：“立刻撤掉那个鸟形水晶工艺品。”祭司恭敬地低头行礼，遵命，枢机主教大人。枢机主教继续吩咐道：“还有，把负责鉴定那个工艺品的鉴定师带到我面前。”祭司立刻回应道：“是，明白了。”枢机主教独自站在长廊下，看着伊丽莎离去的方向，这应该足够支付鉴定费了吧？枢机主教看着伊丽莎离开的方向，那么让我们再次见面吧。伊丽莎拿着租借到的圣物，走在神殿的长廊上。她打开手中的盒子，看着里面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物件。虽然光芒有点弱，但圣物终究是圣物。伊丽莎停下脚步，看向前方，那里有一座古老的石台，周围飘散着淡蓝色的花瓣。伊丽莎看着眼前的景象，那是圣域吗？伊丽莎走在神殿的庭院中，受爷爷的影响，我原本并不相信神明，但如果我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原因，真的是因为世界树大人的慈悲。伊丽莎停下脚步，双手合十放在胸前，闭上眼睛祈祷道：“谢谢您，世界树大人，我会多做善事，真的。”伊丽莎低下头，继续在心中默念：“所以，请满足我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愿望。”伊丽莎睁开眼，看向远方：“爷爷，请让他不要忘记我。”宏伟的庄园宅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静谧。卧室内，米歇尔靠坐在床头，看向窗外。女仆端着托盘走进房间，说道：“我把您的药和报纸拿来了。”米歇尔收回视线，回应道：“你来了，就放在那吧。”女仆将托盘轻轻搁在床边的柜子上。女仆站在床边说道：“非常抱歉，但我必须确认您服药后才能离开。”年长的米歇尔看向他，回应道：“啊，对，我的记性大不如前了。”米歇尔端起托盘上的水杯，将药服下。女仆在一旁注视着。米歇尔将空杯子放回托盘。女仆立刻说道：“我已经确认您服药了，这就告辞。”他匆忙行礼后，转身跑出房间。米歇尔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他似乎把我当成了某种邪恶的高利贷债主。不过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老者端起水杯，他察觉到杯子已经被调包了。伊丽莎微笑着说道：“爷爷，把印章给我吧，我一定会守护好您的当铺。”老者拿着水杯走向门口，所以他推开了窗户。米歇尔将杯中剩余的液体倒掉，不用担心任何事，好好休息就行。他走到窗边，伸手扶住窗框，说道：“没错，你必须守护好他。”伊丽莎，他看着窗外的景色，补充道：“我是说，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在另一处华丽的房间内，艾玛看向伊丽莎问道：“我听说担保人的截止日期就在今天午夜。”艾玛摇了摇头说道：“幸好你提前发现了。”伊丽莎看向艾玛问道：“你有担保人吗？”艾玛点头回应道：“有的，我是那种极少数会和家里保持联系的法师。”艾玛想起什么，接着问道：“对了，米歇尔今天是不是久违的要过来？”伊丽莎垂下眼帘，回应道：“啊，祖父现在人在很远的地方，他说没法及时赶回来。”艾玛追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办？”伊丽莎双手叉腰，神情轻松地说道：“别担心，我会找其他人帮忙的。”艾玛微笑着回应道：“我相信你能处理好。”伊丽莎，话说回来，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是需要另一件魔法道具吗？伊丽莎看向他，回应道：“不完全是这样。”伊丽莎摊开手掌，掌心躺着一颗深蓝色的圆球。她看向艾玛说道：“艾玛，你知道这是个次品吧？”艾玛惊讶地喊道：“次品？在艾玛的字典里绝对没有这个词。”艾玛接过圆球，双手汇聚起魔力进行检测。片刻后，艾玛疑惑地说道：“他完全没有问题啊。”伊丽莎凑近问道：“真的吗？”伊丽莎回想起之前的经历说道：“但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次的时候，那个被网抓到的家伙竟然自己挣脱逃跑了。”艾玛陷入了沉思。“真的吗？”艾玛猛地抬起头说道：“啊，我知道了，当时有神圣力量的干扰。”伊丽莎疑惑地问道：“神圣力量？”艾玛点头回应道：“没错，感觉就像有人往上面泼了一整桶圣水。而且还有一件事很奇怪。”伊丽莎追问道：“奇怪的是？”艾玛回想起艾伦和克雷森斯的样子，说实话，他们两个人的行为都很古怪。伊丽莎抱住双臂，陷入了沉思。艾玛看着手中的圆球说道：“这东西，它拥有一些不该拥有的东西。”庄园的大厅内，成群的骑士已经封锁了各处，他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伊丽莎站在2楼的围栏边，看着下方忙碌的景象。一名骑士拿着文件说道：“骑士们已经占领了这里。”伊丽莎听到了楼下的动静，转过头看向窗外，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响。伊丽莎看向下方问道：“骑士已经到了吗？”大厅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阿尔特走了进来，他颈部纹着十字刺青，腰间挂着长剑，正冷冷地注视着屋内的一切。伊丽莎看着出现在面前的阿尔特问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现在还没有需要找你咨询的武器。”阿尔特迈步走近，回应道：“我不是来找你咨询的。”他停下脚步，侧过头，低声说道：“我说的是上次过来的那个骑士。”伊丽莎恍然大悟地回应道：“啊，你是说那个闪闪发光的、很有礼貌的混混？”阿尔特无奈地问道：“你为什么一直叫他闪闪发光？”
他看向伊丽莎，提醒道：“听好了，别太惊讶，他是个圣骑士。”伊丽莎愣在原地，回应道：“啊。”阿尔特看着伊丽莎问道：“你知道吗？”伊丽莎笑着回应道：“他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挺可怜的。”阿尔特继续说道：“那你也知道他是帝国圣骑士团的团长吗？”伊丽莎愣住了：“什么？真的吗？”他陷入了沉思。丽娜的叔叔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对帝国圣骑士团的团长颐指气使？更重要的是，我记得这段时间好像有关于团长的重大新闻。伊丽莎抓着头发，显得十分烦躁。阿尔特看着他说道：“我没想让你反应这么强烈。”伊丽莎按着脖子说道：“我的脖子突然抽筋了。”他向阿尔特行礼道：“总之，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阿尔特看着他问道：“你就没有别的话想说了吗？”伊丽莎看向阿尔特说道：“非常非常感谢你让我知道这些。”阿尔特回应道：“不是那个，难道你不需要请求帮助吗？”他看着伊丽莎继续说道：“我上次告诉过你，如果你需要保镖或安保，可以雇佣我们。毕竟，一个货真价实的帝国圣骑士正冲着你最珍惜的当铺去了。”伊丽莎微笑着回应道：“即便如此，目前我还是打算尝试自己处理。谢谢你的提议。”阿尔特愣了一下，问道：“什么？”伊丽莎笑着说道：“其实我不怎么习惯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且我听说你们的收费可是高得惊人。”阿尔特看向伊丽莎说道：“那就从今天开始练习吧。我是只练习接受别人的帮助。”他转身走向大厅的角落，我会待在那边，需要帮忙的时候就告诉我。伊丽莎看着他的背影回应道：“啊，我会的，谢谢你。”大门被推开，沉重的脚步声在安静的室内响起。艾伦出现在门口，说道：“打扰了。”他走到伊丽莎面前，递出一份文件，说道：“这是你上次要求的搜查令。”伊丽莎接过文件，艾伦站在他身前，注视着他。艾伦看向伊丽莎，说道：“很抱歉，现在才正式介绍自己。”伊丽莎看着手中的文件，整个人僵在原地。等等，这个人的名字是……艾伦微微躬身行礼，郑重地说道：“普雷斯利夫帝国圣骑士团团长艾伦·雨果·拉德昂。”伊丽莎注视着眼前的男人，脑海中闪过无数碎片。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会记得报纸文章里的这个男人？一张陈旧的报纸浮现在他的脑海，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帝国圣骑士团团长艾伦·雨果·拉德昂在一次神秘的恐怖袭击中丧生。”伊丽莎惊恐地看着艾伦，这个家伙很快就要死了。艾伦行礼说道：“普雷斯利夫帝国皇宫圣骑士团团长，我是艾伦·雨果·拉德安。”伊丽莎看着他，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会记得关于这个男人的报纸文章？报纸上赫然写着：“帝国圣骑士团团长艾伦·雨果·拉德安在神秘恐怖袭击中身亡。”伊丽莎看着报纸，这个男人快要死了。艾伦·雨果·拉德安在一个深夜，他被发现死在皇宫里，全身布满了被撕裂和砍伤的痕迹，那是一副极其惨烈的景象，仿佛被某种猛兽袭击过一般。然而，皇宫里不可能有那样的猛兽出没。更诡异的是，案发现场异常干净，除了散落一地的黑色沙子以及破碎的玻璃碎片。那天，团长办公室附近传出一声巨响，所有巡逻的守卫都听到了动静。根据骑士们的证词，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由魔法师发动的恐怖袭击。然而，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现场没有发现任何魔法师使用法力或施咒的痕迹。紧接着，调查得出了最终结论：这起事件被定性为艾伦在尝试使用黑魔法时发生的意外。曾经作为皇宫中最耀眼的利剑，艾伦在一瞬间沦为了所有骑士的耻辱。愤怒的皇室立即解散了圣骑士团，摄政王克罗德的人马迅速填补了空缺。伊丽莎看着眼前的局势，无论怎么想，这件事都毫无道理。他真的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做出那种一旦被发现就会丢掉性命的事情吗？更奇怪的是，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太顺利了，简直就像有人早就计划好了一切。摄政王克罗德坐在高位上，神情莫测。艾伦看向伊丽莎说道：“那么，请让我看看你拥有的圣物。”伊丽莎回过神来，他看向艾伦说道：“好的，请跟我往这边走。”两人穿过走廊，脚步声在安静的室内回响。伊丽莎推开房门，带着艾伦走进屋内。她走到桌前，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伊丽莎将盒子递向艾伦，说道：“就是这个。”艾伦看着盒子说道：“请打开它。”伊丽莎回应道：“好的。”他看着艾伦，他并没有打算直接触碰圣物。看来艾玛姐姐说的没错。艾玛说道：“这个男人身上带着不该有的东西。”伊丽莎问道：“是什么？”艾玛回应道：“魔力。拥有神圣力量的人不应该散发出魔力。”伊丽莎看向艾伦：“神圣力量？我从他身上感受到的那种光环，是因为神圣力量吗？”艾玛看着艾伦说道：“这个人恐怕是被谁强行注入了魔力，换句话说，他正处于魔力中毒的状态。”伊丽莎露出思索的神情。艾玛继续说道：“以他那种级别的神圣力量，必然是大祭司或圣骑士，没人会蠢到对他直接施展魔法，所以他很可能是长期秘密接触了魔力石。”伊丽莎疑惑地问道：“但谁能秘密让他接触到魔力石呢？”艾玛回应道：“他们一定是把魔力石藏在日常用品里送给了他，单颗碎片肯定不够，即便压缩了体积，所需的数量也极其庞大。总之，做这件事的人极其恶毒，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不要卷进去。”伊丽莎追问道：“为什么？”艾玛解释道：“当一个魔力中毒的人接触到神圣力量时，会感到极端痛苦，画面中出现一个痛苦挣扎的身影，仿佛正承受着难以言喻的折磨。”伊丽莎问道：“但他本人就拥有神圣力量，不是吗？那意味着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承受巨大的痛苦，难道我们不该同情他吗？”艾玛回应道：“他当然很可怜，
但当你见到他时，他看起来像是在生病或痛苦的样子吗？伊丽莎摇了摇头，不，恰恰相反，他表现得非常有礼貌。艾玛神情严肃地说道：“这就是你不能卷进去的证据。如果他是那种能如此压抑自己的人，想象一下他该有多么狠厉。我告诉你，他并不正常。”伊丽莎看着身旁的艾伦，那么现在离圣物这么近，对他来说一定极其痛苦。他看着艾伦，他一定很疼，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让他赶紧离开。艾伦看着圣物说道：“是的，我已经确认过了。”艾伦微微躬身行礼说道：“感谢您的配合。”伊丽莎看着他，就这样吗？真的结束了？艾伦转身准备离开，那么伊丽莎突然伸手抓住了艾伦的手臂，说道：“请等一下。”艾伦猛地甩开了他的手，整个人僵在原地。伊丽莎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啊，对不起。艾伦站在原地，原本无论这个人是否正遭受魔力中毒的折磨，我都不打算在意。伊丽莎翻阅着手中的文件，我已经查到是谁主导了许可表的修订，是摄政王克罗德侯爵。据说他在参加完一场茶会后就下达了指令，目前正在调查当时参加茶会的人员名单。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克罗德和艾伦立场一致，克罗德就没有理由去伤害这个男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了帮他，我必须查清楚他是如何接触到魔力的。艾伦神情冷峻地站在一旁，伊丽莎看着他，但他绝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弱点。伊丽莎再次递出装有圣物的盒子，问道：“你确定不需要再仔细检查一下吗？”艾伦避开视线，回应道：“没关系，已经够了。”艾伦看着圣物说道：“既然你有神殿的许可，这当然是经过认证的圣物。”伊丽莎看着艾伦：“你感到不舒服吗？”艾伦回应道：“我没事。”伊丽莎继续说道：“说起来，我曾听说过一件事，有些人暴露在神圣力量下时会感到痛苦。”艾伦露出一个礼貌却冰冷的微笑：“我是一名圣骑士，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伊丽莎打断道：“难道说你正遭受着魔力中毒的折磨？”艾伦愣在原地重复道：“魔力中毒？”伊丽莎点头说道：“是的，我曾在一部古老的手稿中读到过类似的案例。书中描述了一位陷入魔力中毒状态的祭司，结果发现，在他收到的一个枕头礼物里，竟然藏着一颗魔力石。你最近有收到过什么礼物吗？”艾伦扶着额头，陷入沉思。在出发去朝圣之前，他们说要把皇宫托付给我，并送了一份礼物。画面中出现一名侍从，手中捧着一个精致的礼盒，里面装着一个沙漏，那是皇帝陛下亲自为圣骑士团团长挑选的礼物。艾伦神情凝重，如果是能藏下魔力石的东西，伊丽莎观察着他的反应说道：“看来你已经想到了什么。”艾伦摇了摇头回应道：“不。”他低下头，避开了伊丽莎的视线。陛下绝不可能对我做出那种事，即便那是真的，也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艾伦看向伊丽莎问道：“更重要的是，你找到担保人了吗？我听说你必须在今天午夜前找到担保人。”伊丽莎低下头回应道：“我正在努力，但这并不容易。”两人并肩走在走廊上，艾伦开口说道：“检查已经结束了，我们去外面谈吧。”艾伦停下脚步，他扶着额头，神情显得有些痛苦。他继续说道：“我刚好认识一个能帮你的人。”伊丽莎惊喜地问道：“真的吗？”他快步跟上艾伦问道：“那是什么样的人？”艾伦突然停下脚步，等一下。他伸出手按在伊丽莎的肩膀上，一股强大的冲击力瞬间爆发，伴随着刺眼的光芒。伊丽莎被这股力量掀飞，整个人向后倒去。伊丽莎惊叫着向后倒去，怎么回事？就在他即将坠落的瞬间，阿尔特接住了他。伊丽莎被他稳稳地抱在怀中，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的人。伊丽莎喃喃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阿尔特冷冷地开口问道：“你到底在做什么？自称圣骑士团团长的人，竟然在对平民动手吗？”伊丽莎被阿尔特搂在怀里，看着对峙的两人，心中感到不安。这样下去，他们两个会打起来的。伊丽莎急忙站起身，挡在两人中间，解释道：“不是那样的。”阿尔特看着眼前的混乱，沉声问道：“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伊丽莎看向艾伦说道：“但是他真的没有碰我。”伊丽莎垂下眼帘，陷入了沉思。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这肯定不是艾伦的本意。而且艾伦说过他认识能帮我的人。伊丽莎支支吾吾地说道：“那个是因为……”伊丽莎笑着解释道：“那个骑士一直在玩碰瓷自残那一套，所以我想干脆我也趁机试一试。”伊丽莎继续说道：“那本来应该是我的王牌。”阿尔特打断道：“那是谎言。”阿尔特盯着伊丽莎问道：“你为什么要护着那个男人？你一直在说他整个人都在发光，你该不会真的看上那个骑士了吧？”伊丽莎回应道：“不。”阿尔特逼近伊丽莎问道：“还是说你是想说你宁愿相信那个才见过2次面的骑士，也不愿意相信我？”伊丽莎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对峙。艾伦拔出长剑，剑尖抵在阿尔特的颈间。艾伦说道：“请不要威胁他。”阿尔特冷笑一声：“哈！”阿尔特伸出手指拨开抵在喉咙处的剑刃，看着艾伦说道：“在我看来，现在正在威胁别人的人是你。”伊丽莎惊叫一声，挤到两人中间，试图阻止这场冲突。伊丽莎看着门口出现的身影，低声的喃道：“卡塔丽娜。”卡塔丽娜披着黑色斗篷走进屋内，她抬起手拉下头上的兜帽，露出了红色的长发。卡塔丽娜看着眼前的艾伦，惊讶地问道：“殿下，您怎么会在这里？”艾伦看向卡塔丽娜，回应道：“我是来确认我托付给你的东西是否还安全。”伊丽莎疑惑地重复道：“殿下。”卡塔丽娜走向伊丽莎，伊丽莎看着走近的卡塔丽娜，卡塔丽娜微笑着说道：“我出门太急，今天身上没有带钱，下次我会带着费用再来的。”卡塔丽娜看着伊丽莎说道：“而且你不需要担心担保人的事。”伊丽莎看着卡塔丽娜，难以置信地问道：“难道说那个要帮我的人就是？”卡塔丽娜回应道：“
看来一轮绝世已经告诉你了，等入夜之后，你就会明白。卡塔丽娜重新拉起黑色兜帽，遮住红发，转身走向门口，说道：“我们会再见面的。”艾伦跟随在卡塔丽娜身后，两人一同走出门外。艾伦回头看向伊丽莎，说道：“是的，伊丽莎，下次见。”伊丽莎目送两人离开，握着胸前的吊坠，低声重复道：“下次见。”伊丽莎感到一阵眩晕，身体摇晃着靠向一旁。阿尔特伸手扶住摇摇欲坠的伊丽莎，关切地问道：“你还好吗？”伊丽莎靠在阿尔特怀中，虚弱地笑了笑，说道：“我想我只是精疲力竭了。”阿尔特看着伊丽莎的状态，严肃地回应道：“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伊丽莎低下头说道：“你说的对，确实不好笑。但是……”伊丽莎闭上沉重的双眼，低声的喃道：“我只想睡30分钟。说实话，我更想直接昏过去，但我还有事情要做。”阿尔特看着在自己怀里快要睡着的伊丽莎，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所以你是打算把我当成闹钟来用吗？”伊丽莎靠在阿尔特肩头，轻声说道：“其实我刚才确实有点被吓到了。”伊丽莎靠在阿尔特怀中，轻声的喃道：“但是看到你在这里，我就放心了。所以我想再拜托你一件事。”伊丽莎的声音越来越小，最终伏在桌上沉沉睡去。阿尔特站在桌边，看着熟睡的伊丽莎说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低头看向桌上那本厚重的账本，心中暗自思忖，现在正是检查账本的绝佳机会。阿尔特伸出手翻开了账本，阿尔特快速翻阅着手中的账本，只要能在这里找到埃弗的任何踪迹，我就能彻底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在寂静的室内不断翻找，纸页翻动的声音在空气中回响。阿尔特合上账本，长舒了一口气，呼。他看着手中的书册，心中感到一丝异样，真是奇怪。他站在桌边，看着趴在桌上熟睡的伊丽莎，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内心竟然毫无波动。阿尔特将手按在账本上，或许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女人真的是清白无辜的。伊丽莎陷入了沉睡，呼吸平稳而均匀。她在睡梦中发出一声轻哼，伊丽莎在桌上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双手下意识地在桌面摸索，触碰到了阿尔特的手臂。阿尔特将手按在账本上，正准备将其推开。伊丽莎在睡梦中侧过头，枕在阿尔特的手臂上，继续沉睡。阿尔特看着伊丽莎的睡颜，神情一滞。就在这时，阿尔特袖口上的红色宝石突然闪烁起来。阿尔特盯着发光的宝石，心中暗道：这种反应。他看向趴在桌上的伊丽莎，得出了结论：埃弗确实在这里，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但在伊丽莎书写的账本中，并没有发现埃弗的踪迹。既然如此，一定是那个被他称为祖父的男人采取了行动。东部帝国劳姆伯爵领，罗珊娜站在华丽的府邸内，愤怒地质问眼前的男人：“我们搜遍了整个针叶林，却一无所获，这怎么可能？”尼古拉斯看着愤怒的罗珊娜，神情慌张地劝阻道：“夫人，请您冷静一点。”罗珊娜猛地转过身，大声呵斥道：“你看我现在像是能冷静下来的样子吗？”尼古拉斯被吓得缩起肩膀，双手无措地摆动着，显得十分焦虑。罗珊娜盯着眼前的男人说道：“没错，你绝对漏掉了什么？你确定没有擅自擦除或者省略掉任何你认为不重要的元素吗？”尼古拉斯退后一步，惊慌地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罗珊娜逼近尼古拉斯，大声质问道：“那幅科洛尼亚之灵的复制品是你画的，对吧？”罗珊娜抓住尼古拉斯的衣领，将他拽到面前。尼古拉斯哀求道：“夫人，您也是知道的，我完全是按照原样临摹的。”罗珊娜甩开手，尼古拉斯瘫倒在地上。罗珊娜指着门口，大声呵斥道：“滚出去！立刻！”尼古拉斯连滚带爬地逃离了房间，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罗珊娜坐回沙发上，按着额头低声咒骂道：“真是个没用的蠢货！”她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听说叔叔今天也没有露面，即便那家当铺已经濒临倒闭。罗珊娜露出一丝冷笑，一旦当铺倒闭，追踪到他的下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毕竟那个女孩绝不可能找到担保人。就在这时，雨果急匆匆地跑进房间喊道：“姐，出大事了！”罗珊娜看着深夜闯入的雨果，不耐烦地问道：“这么晚了，到底有什么事？”雨果气喘吁吁地回应道：“是叔叔经营的那家当铺，他们已经找到了担保人，经营许可证也已经续期了。”罗珊娜愣在原地，低声重复道：“你说什么？”他猛地站起身，愤怒地质问：“究竟是谁会去给那种当铺做担保？”雨果神色慌张地解释道：“不仅仅是那家当铺，有人出面为整条街做了担保。”罗珊娜追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雨果深吸一口气说道：“卡塔丽娜·普雷斯利夫皇女殿下已经宣布，她将为整条街道提供担保。”罗珊娜僵在原地，眼中充满了震惊与愤怒。在执照更新期限截止前的几个小时，宏伟的宫殿内灯火通明，一场关于领地管理的会议正在进行。摄政王坐在长桌首位问道：“灰烬街的店铺执照更新进展如何？”一名官员看着手中的记录汇报：“大约有一半的店铺已经找到了担保人，剩下的还没有着落。”摄政王神情严肃地叮嘱道：“确保任何今天没有更新执照的店铺，明天都不能开门营业。”官员恭敬地回应道：“遵命，摄政王殿下。”一直静静旁听的卡塔丽娜开口问道：“只要有担保人，他们就可以更新执照，对吗？”摄政王看向卡塔丽娜回答道：“是的。”他看着坚持要参加会议的卡塔丽娜，心中暗自不满，他到底觉得自己懂什么？卡塔丽娜平静地说道：“既然如此。”他环视会场，声音清晰地继续说道：“你们可以写下我的名字，在担保人那一栏写上卡塔丽娜的名字。”会议室内顿时陷入一片嘈杂的议论声中。
摄政王猛地拍向桌面，大声呵斥道：“简直胡闹！丽娜，这里不是你玩游戏的地方。”卡塔丽娜站起身，平静地看向摄政王，回应道：“叔叔，如果您忘了这是什么场合，那忘掉的人是您。”摄政王恼怒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卡塔丽娜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请使用正确的称呼，我是卡塔丽娜公主，那是我的头衔。”阳光洒在街道上，一间店铺的门被推开。艾玛，你听说了吗？卡塔丽娜公主殿下已经同意为灰烬街所有的店铺担任担保人。她看向对面的伊丽莎，感叹道：“真是太好了，对吧？”伊丽莎微笑着回应道：“是的，我很庆幸没有店铺因此关门。”伊丽莎看着窗外，心想：原来这就是她昨晚说的，你今晚就会明白。不过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艾玛疑惑地问道：“是什么让卡塔丽娜公主做出了那样的决定？”伊丽莎看向别处，回应道：“谁知道呢？”伊丽莎心中暗自思忖，虽然只是猜测，但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吗？艾玛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拍手说道：“对了，你之前不是让我去追踪一位法师吗？”伊丽莎立刻追问道：“是的，你找到他们了吗？”艾玛站在柜台前解释道：“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的一位朋友说那个配方看起来很眼熟。”伊丽莎松了一口气说道：“太好了，我真的很担心你会找不到他们。”这时，店铺的门铃响起，一位客人走了进来。伊丽莎看向门口打招呼道：“啊，欢迎光临。”艾玛见状准备离开，“我先走了。”伊丽莎挥手告别，“回头见。”艾玛心中默默想到，如果她表现得那么兴奋……艾玛拖着下巴陷入沉思，难道罗珊娜喜欢那个法师吗？她突然停下动作，等等，但是那个法师是个女孩啊！艾玛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她释然地笑了笑，好吧，女孩也可以喜欢女孩，看来我之前对法师的看法确实太狭隘了。伊丽莎送走最后一位客人，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她看着空荡荡的门口，心中有些遗憾，要是能先找到那个法师就好了，毕竟没有什么证据能比那个法师的证词更有力，去揭发罗珊娜的罪行了。伊丽莎低下头，开始整理桌上的皮包和文件。伊丽莎背起皮包，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罗珊娜手下有很多被她剥削的人。伊丽莎走到门口，伸手将门上的挂牌翻转过来，从营业中变成了休息中。她推开门走出去，心中暗自发狠，如果你敢对我的人动手，那我就把属于你的人全部夺走。随着店门关上的声响，灰烬街的店铺结束了这一天的忙碌。夜幕降临，月光笼罩着静谧的庄园，在庄园偏僻角落的一栋小屋里，灯火依然亮着，屋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画作。尼古拉斯正坐在画架前，手中拿着调色盘和画笔，他神情焦虑，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不停地在画布上涂抹。尼古拉斯低声自语道：“这件复制品必须在下周之前完成。”尼古拉斯看着满屋子的画作，这些都必须在下个月之前完成。他手中的画笔停在半空，随后滑落，掉在厚厚的地毯上。尼古拉斯捂住脸，集中精神。如果错过截止日期，罗珊娜会大发雷霆的。但是画画已经一点乐趣都没有了。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真是一件杰作。”尼古拉斯惊恐地转过头，谁在那里？伊丽莎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后，正注视着画架上的作品。尼古拉斯看着眼前的女人，心中充满了疑惑，她是怎么进来的？伊丽莎微笑着说道：“哦，抱歉，你的画实在太美了，我忍不住被吸引了过来。”尼古拉斯呆呆地看着伊丽莎，她是怎么进到这里的？尼古拉斯看着眼前的少女，心中满是困惑。不，也许是我看错了。他低下头看着画架上尚未完成的作品，说道：“这一幅并不是我的作品，它只是一件复制品。”伊丽莎伸出手指向旁边的一个圆盘，说道：“我说的是圆盘上的那一幅。”在房间的角落里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瓷盘，上面描绘着生机勃勃的森林与瀑布，色彩明亮而纯净。尼古拉斯看着那个瓷盘，眼眶渐渐湿润。是的，画那个圆盘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泪水夺眶而出，声音颤抖着说道：“对不起，让你看到我这副样子。”伊丽莎走到尼古拉斯身边，看着这个被沉重压力击垮的男人。尼古拉斯擦拭着眼泪，低声道歉。伊丽莎轻声回应道：“没关系的，尼古拉斯大人，多亏了你，我才能欣赏到这么出色的艺术品。”尼古拉斯愣在原地。啊！他看着眼前的少女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尼古拉斯心中暗自思忖，看来他既不是幻觉，也不是幽灵。伊丽莎微笑着回应道：“当然，而且我想你也认识我的祖父。”尼古拉斯疑惑地重复道：“你的祖父？”伊丽莎微微躬身行礼：“很高兴见到您，大人。我的名字是伊丽莎。”她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在随身的皮包里翻找。伊丽莎继续说道：“是米歇尔公爵派我来的。”她从包里抽出一叠文件递了过去，这是他遗嘱中留给我的清单。尼古拉斯接过文件，低头仔细翻阅着。尼古拉斯，他出身平民，是一名极具天赋的画家，却不幸被罗珊娜看中，成为了他的女婿。罗珊娜通过嫁给这位无名天才，成功的为自己塑造了热爱艺术的优雅形象，私下里却将尼古拉斯当作专门制作赝品的工具。无论尼古拉斯本人对此有何感想，罗珊娜从未爱过他。在罗珊娜眼中，尼古拉斯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手丢弃的工具。他甚至在暗处露出了阴险的冷笑。在前世，罗珊娜最终杀害了尼古拉斯。那是一个凄冷的夜晚，马车翻倒在荒郊野外的悬崖下，破碎的残骸散落一地。或许是因为罗珊娜权势滔天，尼古拉斯的死在当时只占据了报纸角落里的一小块版面。伊丽莎站在街头，翻阅着旧报纸，看着上面刊登的死讯，
讽刺的是，直到尼古拉斯死后，他的画作才真正开始流行并受到追捧。回到现实的小屋中，尼古拉斯看着手中的文件，神情困惑地问道：“我不明白，公爵大人为什么要找我？”伊丽莎微笑着看向他，语气坚定地回答道：“他说他想投资你的才华。”尼古拉斯愣住了，手中的纸张微微颤抖，他难以置信地重复道：“投资我吗？”伊丽莎肯定地回答道：“是的。”他看向画架上那些昏暗沉重的临摹作，继续说道：“不是投资这些复制品。”伊丽莎转过身，目光落在那个色彩斑斓、充满生命力的瓷盘画上，轻声说道：“而是投资您真正的画作，尼古拉斯大人。”尼古拉斯愣在原地，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少女。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想要投资他那些被视为无用的、发自内心的创作。